苏婉清，你修为尽失，宗门已经给了你1个月，可你重修之路毫无起色。如今约定之期已过，你已不配再教导这些天骄弟子。师尊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称呼您为师尊了。修行界以实力为尊，我等拜入您门下，是敬重您曾是北域第一剑道天才。如今您修为尽失，无力教导我们。宗主仁慈，愿保留您封主之位，照顾您后半生。可我们还想更进一步，按照宗主要求，我等只得转投其他宗主门下，在此向您谢罪。弟子愧对师尊，还望师尊成全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什么宗主要求？分明是你们自己见师尊失势，急着另寻高枝。诸位同门，师尊这些年待你们不薄，如今只一句宗门大义就要离开，未免太过无情。还有诸位长老，我师尊为宗门立下汗马功劳，太玄宗能位列7大宗派，离不开他的贡献。你们如今这般落井下石，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楚宁，你一个18年才淬体3层的废物，这里轮得到你说话？宗门保留他封主之位，还愿意供养他后半生，难道还不够？再敢多言，就滚出太玄宗！今日弟子将清月与师尊割袍断义，自此毫无瓜葛。清月，你是为师第1个弟子，真的就没什么想说的了吗？苏长老，在下日后便是宗主门下弟子。哈哈，多谢苏长老多年教导，为老夫培养了个好苗子啊！师尊，雨大，我们先进屋吧，您身体要紧。宁儿，里面有些灵石和为师的剑法，你也另谋出路去吧。师尊这时连活下去的念头都没有了，弟子承蒙师尊收留，否则早已命丧虎狼之口。养育之恩，没齿难忘，弟子道途无望，愿常伴师尊左右，侍奉您报此大恩。唉，傻孩子，跟着我对你没有半点好处。弟子心意已决，不论贫贱富贵，唯愿常伴师尊左右。师尊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您一定会重振修为，再登绝巅的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女穷。还算什么少女？宿主安慰了绝望的妻子，为其抚平轻生之念，奖励贡献值1000。宠妻系统已激活，宠爱妻子可得到贡献值，贡献值可用于兑换各种道具。仅宿主发疯宠妻，此情不渝万年。妻子，系统18年了，我的金手指终于到了。可是，宠妻系统是什么鬼？这是我师尊养我长大的师尊啊！系统，你是不是绑定错了？还真是师尊，系统你没搞错吧？这辈分差的，我一直拿他当妈敬着呀。这要是让他知道我因为一个破系统对他起了歹念，他不得一剑劈了我？罪过罪过！我以前可是正人君子，这系统一来，思想怎么就跑偏了？宁儿，你刚才怎么了？发什么呆？没什么，师尊，您身体不好，又淋了这么久的雨，快回屋休息吧，别着凉了。你也快回去吧。你放心，为师不会就此懈怠的。只是宗主虽说保留我的封主身份，但他绝非善类，怕是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要浪迹天涯了。这帮畜生！师尊放心，弟子一定会努力修行，绝不会让我们师徒落到那般地步。我也会想办法让您恢复修为的。为师都找不到办法，宁儿你怎么会呢？他一定是这么想的吧？劝说妻子回房间休息，免受大雨倾盆之苦，奖励贡献值100。原来关心师尊就能获得贡献点。虽然这妻子的称呼很离谱，但为了师尊，为了我们能活下去，我认了。先去给师尊熬碗姜汤，再去研究下这系统商城。我去，18个0，这是给人兑换的吗？我这1000多点贡献值能买个啥？系统，有没有适合我修炼的功法？检测到宿主资质奇差，修为低微，已解锁适宜功法吞天魔功。吞天魔功吞噬万物，提升自身，可洗刷资质，售价100万贡献值。新人首件商品可享0.1折，折后价1万贡献值。既然要宠妻，那肯定得解决师尊现在最大的问题。系统，帮我找找有没有能恢复修为的东西。推荐商品：万古长青丹，服用后可直破仙王境，售价10万亿 W 贡献值。你看我像是买得起的样子吗？换个便宜的，能用的。推荐功法：长春手，一本奇怪的功法，对自身无用，但可为他人按摩，虽生长春之意，恢复破损灵脉。
创造者评价：狗都不学，售价1贡献点。恢复破损灵脉，狗都不学我学，这个好，买它。确认购买，购买成功，正在辅助宿主学习，学习成功。哈哈，成了，这下有办法帮师尊了。不过该怎么跟师尊开口说要帮他按摩呢？还是这种需要手把手的？灵府破碎，灵脉寸断，真的还有希望吗？不，宁儿说的对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不能放弃。是谁？宗主，还是那些心怀不轨的长老？我如今修为尽失，若是有人想趁机，我宁死不从。师尊，您休息了吗？弟子为您熬了一碗姜汤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！我可是正人君子。是宁儿啊，快进来吧。师尊，趁热喝。宁儿，有心了。检测到宿主血中送炭，让妻子的心得到了抚慰，奖励贡献值1000。又来1000，看来做让师尊开心的事，奖励就多。宁儿，笑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师尊，您别再叹气了。虽然没了修为，但您也看清了这宗门里的人心。想当初，人人都劝您急于突破，还不是为了他们自己。如今一朝看破人心，未必不是好事。修为没了，我们可以再想办法。可是，真的能重来吗？我的灵符已经……我认识的师尊绝非这般消极之人。太玄宗不行，弟子就陪您访遍天下。若是如今就放弃，那才是一切都完了。弟子知道这些话只能暂时激励您，但请您相信，即便此生您修为再无寸进，弟子也会侍奉您终老，无怨无悔。好，好，100年修行不如一朝顿悟。宁儿，是为师着相了，你放心，为师会用毕生之力去寻找办法，绝不会让你我师徒沦为丧家之犬。检测到宿主妻子道心重新恢复，奖励贡献值1000。触发宠妻暴击，奖励随机升级功法1次，以提升长春手为长春不灭绝。长春不灭绝，听起来就很厉害，或许真的能治好师尊。师尊，弟子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，你我之间没什么不能讲的。弟子偶然学过一种功法，可助人修复破损经络。没用的，为师是灵府破裂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万一有机会呢？好，死马当活马医。那要如何做？师尊先脱衣服。啊，宁儿，你说什么？师尊别误会，弟子这门功法是一种按摩手段，需要通过外部按摩，将我体内的长春之意输送到您体内。下次说话说明点，莫要让为师误会。弟子岂敢对师尊有不轨之举？那为师应当如何？师尊趴在床上便可。怎么还是觉得不对劲？真的不脱衣服不行？也可以，就是隔着衣服效果没那么好。那你刚才为何还让为师脱衣服？按摩嘛，脱了衣服不是更舒服，更方便施展吗？这孩子真该学学怎么说话了。我是来救师尊的，不是来充尸的。冷静，冷静。要不明日再来吧，为师有些困了。不行，机不可失。你轻一些。体内枯竭破碎的经脉竟然有了重新连接的迹象，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段，但却让感觉有希望。宁儿，真的可以了。我的修为太低，全力施为已是极限了。听不见，听不见，我什么都听不见。这消耗也太大了。宁儿，孤男寡女，夜半3更，他终究还是……宁儿似乎是晕过去了，只是虚脱了。宁儿为了帮自己，竟然累到昏厥。丁，帮助妻子恢复修为，进度0.1%，奖励贡献值5000。触发系统暴击奖励，提升资质1次，以提升灵根资质至中品灵根。傻孩子，谢谢你。
这不是我的房间，是师尊的洞府。我昨晚睡在师尊的床上了。查看系统面板，资质提升了，修为也突破了。这长春不灭绝果然厉害，贡献点也够了。系统兑换吞天魔功，是否消耗1万贡献值兑换吞天魔功？兑换，以吞噬万物提升修为，灵石、灵气、气血生灵，甚至是人，好霸道的功法。淬体5层、6层、7层、8层、9层，一境灵动，我突破了。是突破太快，身体承受不住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有长春不灭绝。这就是一境灵动的感觉吗？太强了！宁儿，醒了。男子清晨，实属正常。师尊，弟子昨天不小心睡了过去。为师去丹峰给你换了颗凝神丹，你神魂消耗太大，快吃了吧。师尊，居然真的喂我了。宁儿，那功法真的很管用，为师真的感觉到经脉恢复了一些。师尊，我如今修为突破到一境，可以帮您恢复的更多，请师尊将您的资源交给弟子，弟子修为越高，能做的就越多。你一境了？为师尊疗伤，弟子也能得到好处。弟子修为提升的事，还请师尊保密，以作底牌。这是为师的储物戒，里面有我毕生积蓄，但我如今修为尽失，打不开上面的禁制。你若有办法，里面的资源你随意取用。师尊竟然把所有身家都给我了，系统帮我打开这储物戒。开启上品储物戒禁制，需消耗6000贡献点。趁火打劫啊你！开！储物戒禁制已打开。师尊放心，弟子绝不负您所托。好，好。师尊，那我们现在……你这孩子，就不能换个说法吗？哎，不趴着，难道站着？站着也行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苏长老，弟子王天一特来拜见。王天一，师尊最小的弟子，也是昨夜那群忘恩负义之辈中的一个。他来做什么？师尊留步，弟子来处理。小竹峰的道袍是青色，他这么快就换上了别峰的衣袍，还称呼师尊为苏长老，真是迫不及待的要划清界限。一个淬体3层的废物，凭什么能得师尊青睐，独占小竹峰？如今师尊失势，看谁还护着你。楚宁，苏长老呢？莫不是修为尽失，连见人的脸面都没了？既然他不敢出来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新拜的师尊虚道峰赵长老，愿以每年3万灵石租借小竹峰。租借，说得好听，不过是想用区3万灵石霸占这太玄宗灵气最充裕的宝地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听到了吗？还不快去通报！早点拿了灵石滚蛋，对你们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楚宁，你敢动我？你个废物啊！按辈分，你还得叫我一声师兄吧，直呼其名。是谁给你的胆子？该叫我什么？师尊是6境巅峰。哦，那你倒是叫啊！苏婉清已经废了，他保不住你。你敢杀我，你们都得死！你那好师尊为什么不自己来，偏要派你这么个蠢货来打头阵？你不过是他用来试探的一颗棋子罢了。师尊救我！师尊！楚师兄，我错了，求师兄饶命！滚！我师尊为太玄宗立下的功劳，哪位长老敢说比他更多？宗主既已金口预言，保留师尊的封主之位，就请诸位长老管好自己门下的狗。若再有不长眼的上门挑衅，就先从我楚宁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丁，强势维护落难的妻子，尽显霸道风采，奖励贡献值5000。系统评价：宠妻就是要这么有。师尊，麻烦解决了。以前是师尊护着弟子，从今往后轮到弟子来护着您了。弟子先行修炼，晚些再来为师尊疗伤。宁儿，长大了，谢谢你。查看系统面板，贡献值现在有9000点。今天打跑了王天一，但赵峰那些老家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必须尽快做好离开的准备。系统，兑换2张能随时跑路的符箓，要求能躲过圣人级别修士的追杀。一位宿主兑换搜空符乘2，可无视禁制，瞬间传送10万里之外，消耗贡献点2000。很好，保命的底牌有了，接下来就是提升实力。我的天！
师尊的身家也太丰厚了，他居然就这么毫不犹豫地给了我。师尊，您放心，这份恩情，弟子一定100倍奉还。吞天魔功提升修为，长春不灭级修复损伤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这样下去，我的修炼速度将无人能及。2境入昧，成了！1天之内从淬体3层到2境入昧，这速度说出去谁信？打开系统面板，长春不灭诀也突破到第2层了。太好了，今晚能帮师尊恢复更多。不过，吞天魔功不能轻易示人，我还需要一门强大的攻击功法作为掩护。系统，帮我找一本杀伤力强、足够霸道的功法。检索成功，推荐功法《龙象镇狱记》，修炼至大成，可深化龙象，立可镇狱。创造者评价：真特么的猛，售价10万贡献点。龙象镇狱记，好东西，就是有点贵啊，还差9万多点。看来今晚得加倍努力宠妻了。宁儿，修行1天了，出来休息一下吧。为师做好了饭菜，等吃完了饭，能再帮一帮为师吗？师尊让我怎么帮都行，弟子这就来。这孩子怎么说话还是这么让人多想？明明是那么纯粹的事，被他一说就……哎，定是我的道心乱了。师尊竟然还会做饭，弟子正好饿了，多谢师尊。看吧，他根本没有别的意思，果然是我想多了。宁儿，你的修为气息好像比白天更强了，难道你已经是2境了？嘘，师尊，此事不宜声张，留着当底牌，给那些老家伙一个惊喜。1天之内连破2大境界，这已经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了，难道是厚积薄发，一朝顿悟？弟子也没想到，曾经敬仰的师尊会落得如此境地，从小长大的家园会被人觊觎，人心之变，真是令人寒心。都怪为师道心不坚，才遭此劫难。不，师尊，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这正是上天对您的考验，为的是淬炼您更强的道心。您看，如今您的修为不是有恢复的希望了吗？师尊，此符您贴身收好，若遇危险，只需心念一动，便可瞬间脱困。宁儿，先吃饭吧。早年是师尊庇佑弟子，如今换弟子来庇佑您，一切交给弟子就好。宁儿如今机缘不浅，前途无量，为我疗伤要耗费他大量心血和精力，我如今已是废人一个，只会拖累他。师尊，弟子想请教一个问题。我之前修炼缥缈剑诀始终无法入门，是因为灵根资质太差吗？他问这个做什么？主要是灵根原因，剑道修行天赋是第一位的。那如果我如今资质好一些了，是不是就能练剑了？对啊，我修为虽失，但剑道见识和经验还在，我还是可以教导他的。我不是一个只会拖累他的废人。怎么，想继续练剑了？御剑成风，逍遥天地，弟子心向往之。好，你如今既有此心，为师便再教你一次。明日开始，为师为你量身定制一套修行方案，你先将基础剑式演练一遍，为师看看你的底子。是，多谢师尊。我总算还有些用处。成功安慰了失落的妻子，让她重新找到了自我价值，奖励贡献值1000。我又安慰她了，我就是问了个练剑的问题啊。女人心真是海底针。站姿不对，发力错误，把灵巧的剑当成了笨重的刀。唉，弟子的剑道天赋确实一言难尽，可真的想好了要学剑，剑道一途无比艰辛。弟子之心，可昭日月，愿以此剑，荡尽天下不平事。好大的气魄！是了，一个凡品灵根却能苦修18年不摧，楚宁的道心本就无比坚定，我怎能因楚宁天赋稍差就看清楚宁？好。明日起，你每日将这几个基础剑式演练1000遍。谢师尊指点。你我之间不必言谢，毕竟为师如今对你亦有所求。走吧，随为师来。我是去为师尊恢复修为的，师尊恢复了，我就可以躺平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宁儿，你昨日消耗过大，今日尽力而为即可，不必勉强。师尊放心，弟子如今境界提升，已非昨日可比。师尊，趴好就行。宁儿，
为师知道你并无他意，但以后和女子说话，最好还是罢了。楚宁心思单纯，我若说得太明白，反而显得我心有杂念。宁儿，你身上是什么味道？是弟子今日修行排出了些体内杂质，明明洗过了，怎么还有味道？师尊稍等，弟子再去洗个澡。站住！那是伐毛洗髓排出的胎污，寻常水源洗不干净的。为师这洞府内有灵泉，你就在此地清洗即可。在这里洗，合适吗？师徒之间光风节月，不必拘泥。为师是看着你长大的，连衣服都不脱，如何能洗得干净？罢了，你且等着，为师去你房间给你取一套干净衣物。这灵泉果然厉害，身上的臭味一下就没了，而且这灵气好浓郁，师尊一时半会儿应该回不来。虽然比不上直接吞灵石，但聊胜于无，修为进度又长了一点。宁儿，为师要进来了。知道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一个成年男子的身体。宁儿，衣服。谢过师尊。那个，师尊可否转过身去？好，方才在想事情。师尊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吧。师尊，您今天穿的好像有点多，弟子怕不好施展。为了恢复修为，为了不拖累弟子，并不讳衣。宁儿，来吧。那弟子就上了。师尊您忍一忍。这是奖励？这背不拔个火罐真是可惜了。宁儿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弟子继续。师尊，您别这样，我快顶不住了。宁儿，还有吗？有的，师尊，弟子这就给您更多。这小珠峰的禁制太强，什么都探查不到。这师徒俩大半夜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到底在干什么？听不到任何声音，也感觉不到灵力波动，真是奇了怪了。苏婉清的洞府禁制太强，什么都探查不到。他为何会替楚宁那个废人拿衣服？小珠峰如今只剩楚宁一个男人，苏婉清修为尽失，怕不是需要慰藉？赵长老未免想得太龌龊了些。宗主对苏婉清的心意，谁人不知？他宁可选个废人弟子，也不愿委身宗主，这不合常理。莫非和他那本源剑法有关？他当年拿出的缥缈剑诀，恐怕不是全部。一个修士怎么可能轻易交出自己的本源功法？对啊，如今其他弟子都走了，他若有更高深的传承，会传给谁？再想想今天的楚宁，一个淬体三重，竟能击败王天一。你是说苏婉清身上还有更强的传承，并且打算传给楚宁？这贱女人有好东西竟然藏着掖着，宁愿给一个废人。这事儿我们不好出面，不如去找宗主商议，让江清月去办，最为合适。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经脉1%，奖励贡献点1万；综合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经络达到10%，检测到宿主妻子此刻心情大好，累计奖励贡献值10万。系统评语：不击龟步，我已至千里；不击小流，我已至江海。任重而道远。10万贡献点到手，没主动修行，修为进度也涨了。长春不灭绝，果然厉害。打开系统面板，贡献值12万4千。兑换龙象镇月镜足够了。太好了，体内经脉恢复了1成。宁儿，你怎么消耗这么大？为师不是说了尽力即可吗？师尊，您知不知道您刚才多撩人啊？弟子要是不全神贯注，根本顶不住。为师尊恢复，弟子自当倾力而为。而且，弟子也收获不小。你先躺到床上。若不是察觉到你修为也在提升，为师真不敢再让你如此了。好好休息吧。师尊修为高了，弟子才能跟在师尊身后。傻孩子。哎，我的外衣呢？奇怪，衣服呢？明明没有出门啊。
怎么会？难道是不小心滚进楚宁衣服里的？不可能，楚宁弟子袍心口处的那头必须拉开才能放东西，是楚宁自己叠好放进去的。楚宁为什么要拿我的外衣？难道弟子楚宁？应该是我想多了，一件外套而已。可这衣服该怎么办？拿回来，明天楚宁发现了怎么解释？罢了，就当没看见，明天就没事了。想不到我堂堂天骄剑修，如今竟会在此地生火做饭。不过楚宁说的对，这都是对我的磨练。昨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，楚宁年纪还小，对我也属正常，找个机会开解一下便是。师尊，弟子江清月叩见师尊。你不是已经拜宗主为弟子了吗？如今还来做什么？又睡在师尊床上了。昨晚把自己榨干，实在太累了。唉，我有道德，但某些东西没有啊。此地灵气充沛，正好把修为拉满。修为2境入位，进度100%圆满。突破3境就在今日，不过还是先问问师尊的意见，稳妥起见。现在先兑换功法，兑换龙象镇狱镜，已消耗10万贡献点，兑换龙象镇狱镜。龙象镇狱镜欲为诸佛龙象，先为众生牛马，修士经历越是凄惨，心中那口真气便越强。此为牛马之意，亦为龙象之气。这功法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18年来遭受无数白眼，这口恶气早就憋到极致了。功法龙象镇狱镜，进度2层登堂，竟直接就到了第2层。肉身之力开天催成，真气不散，出拳会更快更猛。对了，还有2万4贡献点，看看有什么适合师尊的，给我找找能恢复修为的丹药功法，2万4之内能用的。正在检索中，成功检索功法忤逆诸法，法体双修功法，以真气助灵，气血助体。创作者评价：给修为尽师的天骄修行不错，正常人还是算球。可恶，又差一点。不过3万不贵，再给他按2次魔就够了。这功法好像正适合他的状况，先留着，等会儿问问他的想法。师尊，这个声音是他，他是第一个背叛的人，现在还敢回来，若是来嘲笑的，我定不饶他。师尊，这是弟子从宗主那里求来的阴阳玄龙丹，弟子这2日委身于其他长老门下，就是为了博取宗主信任，拿到此丹。一天是小竹峰的人，终生是小竹峰的人，还望师尊收下。师尊啊师尊，你瞒得我好苦，30年都没暴露的底牌，竟不传给我，而是给了那个废物。这是圣人才能炼制的丹药，他是为了我才叛出师门的，可总觉得不对劲。那日他的冷漠无情还历历在目。此丹千真万确，绝对可以帮助您，我对您的忠心天地可见。我如今经脉尽损，要这丹药也无用。既然是宗主赏你的，你自己用吧。我怎敢独吞？您不妨试试，倘若您不要，我也绝不会要。哦，那你给了我，他问起你如何回答？我早已伪造出服用丹药的气象，即便被发现，他也舍不得杀我。回答得如此干脆，定是早就备好了说辞。他们到底图谋什么？您莫非是不信任我？不信。我对您的情谊，天地昭昭。我已不在意了，修行无望，你拿回去吧。必须取得他的信任，他身上绝对还有传承。办好了，这丹药就是你的。师尊，您若不信，我愿以死明阵，只愿死后仍是您的弟子。30年的师徒情分，竟落得如此境地。着急了？是有人在催促吧？哦，要自尽证明清白。好啊，那你自尽吧。师尊，您说什么？您没开玩笑？你死了，为师就信，还会为你寻一处风水宝地，碑上刻明你是我最优秀的弟子。你莫非如此不信任我？你死了，为师就信。可师尊还不动手？宗主，难道真要让他自尽？他可是神品灵根，太玄宗未来的希望啊！都已经是废人了，还装模作样，该死的家伙！罢了，先回来，别让他看出破绽，一次不行就2次。
弟子知道，师尊如今不信任何人，但弟子对师尊的诚心，天地可见。弟子下次还会再来。师姐，师尊，交给弟子。宁儿，你不是已拜入宗主门下，还回来做什么？你有所不知，我是为师尊解决麻烦。师弟想学学剑，看看师姐的剑有何不同。好剑，我记得这剑是师尊亲自为你铸造的，当初有2把，我1把，你1把，可惜我那把被你不小心斩断了。切磋嘛，难免会发生一些意外。有道理。不过我刚听说你要自尽以证清白。是又如何？师尊如今谁也帮不了，只需要师姐证明清白就行了。师弟，莫要开玩笑。师弟没有开玩笑，师姐若不愿，师弟帮你自裁。楚宁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想残害同门吗？此剑某些人不配拿着。师姐，师弟助你自裁，为何要退？楚宁，你当真不顾同门情谊？你来此漏洞百出，真当我看不到吗？既然你执意如此，就让你看看你我之间的差距。废人，凭什么师尊待你如此？今日我看谁能护你！小竹峰弟子楚宁欲下杀手，本少宗主今日便带宗门行刑。匹夫一怒，血溅5步，牛马之志未必不可诛杀龙象。境界突破，3境之命，龙象阵预境突破第3层，有马生龙气。临阵突破，3境气象，怎么可能？把他带回来！任何人不准再插手小珠峰之事，本宗要亲自处理。18岁的3境，苏婉清，你果然藏着惊天传承。长春不灭绝也来不及恢复。查看系统，修为恢复进度10%，还好没有倒退。这太玄宗是待不下去了，江清月前来定是有所图谋。宗主陈玄天对师尊一直贼心不死，必须尽快离开。宿主维护濒临绝望的妻子，奖励贡献值1000。虽千万人无往矣，宗主可是圣人，长老们都是6境巅峰，拿什么往？只能尽力而为了。打开新功能，查看功法进阶。看来是根据功法等级来的，不过现在最要紧是给师分兑换那本忤逆诸法。师尊，灵儿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师尊，弟子在。宁儿，我们离开太玄宗，为师不守这小珠峰了。师尊在哪里，弟子便在哪里。弟子绝不会放弃师尊独自苟活。不，你自己逃吧。为师如今只是你的拖累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宁儿，为师知道你的心意，可你有机缘在身，留在我身边只是拖累。师尊修为不日即可恢复，弟子如今也已是3境，况且弟子身上有一部法体双修的功法，最契合师尊如今的状况。我能修行的功法是，但此法后续修行困难重重，远比师尊昔日登高更难。师尊可愿一试？有何不愿？难道要让你一人去面对这满是恶意吗？为师修行，至少不做你的拖油瓶。圣人正道本就困难重重，为师有自信再跨越一次。系统兑换忤逆诸法。太玄宗不宜久留，可人欲7大宗门盘根错节，我们能逃到哪里？去乱天狱，那里无法无天，虽危险，却好过此地的人面兽心之辈。好，纵日后千难万阻，弟子仍不弃师尊而去，唯愿一生相伴，共伐诸逆。宁儿，一生相伴，共伐诸逆。宁儿，你击败江清月后，宗门是什么反应？长老们得知后，便将江清月带走了，此后便再无下文。你竟能击溃江清月，这不对劲，他们没理由放过这么好的机会。师尊，江清月他们到底图谋什么？为师猜测，
是我的储物戒，但强行破坏只会让一切烟消云散。我懂了，他们没人知道你的真实境界。你突然从淬体3层到能战胜3境巅峰的江清月，他们一定是怀疑你身上有我给的绝世传承。这般弟子，果真令人寒心。原来是这样，他们是想榨干师尊的最后一点价值。呵呵，同门同宗，果然可笑。师尊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。你是说利用他们以为我们有传承这一点？反正有传送符可以随时离开，不如走之前再坑他们一把，比如修炼资源。没错，外人的资源不拿白不拿。别这么看着为师，好歹比你多活了年岁。我想玩心思，他们也得提防着。既如此，便按计划行事。师尊，先吃点东西吧，我这就去把早饭端来。无妨，我还没那么弱不禁风。师尊如今这般状态，倘若再受伤，弟子修复经脉的速度又得落后。况且喂个饭算什么？宗主陈玄天，他来得这么快。楚宁，拿着，这是阴阳玄龙丹。听说此物可能对你老师的伤势有帮助。清月那孩子行事鲁莽，让你们同门离心，此事本座不怪你，丹药你们收下，本座先走了。师尊，还真的全都被您猜对了。照顾虚弱的妻子，奖励贡献值1000；安慰虚弱的妻子，奖励贡献值1000。又是妻子，狗系统。先不管这个，这丹药肯定有问题。检测丹药。7品丹药阴阳玄龙丹，其内设有禁制，服用者将沦为行尸走肉般的傀儡。果然，好狠的手段，能抹除吗？已消耗1000贡献值，抹去禁制。跟我们玩心眼？不好意思，老子有外挂。宁儿，刚才是何人来了？先吃饭。刚刚是陈玄天来了，他都亲自来了，看来为师猜得不错。他说了什么？无非是些假惺惺的话，还送来了这个。师尊，不吃白不吃，弟子检查过了，没问题。这东西对我修复经脉帮助不大，否则陈玄天早就拿来了。他如今送来，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了更大的价值。宁儿，你吃了它，对你修为提升极大。师尊的修为恢复才是要紧事。宁儿，你可知服下此丹，6境之前每次突破都能省去大量苦功，危难之时更能逆天改命。弟子自有办法提升修为，无需此物。师尊，您快吃吧。师尊，感觉如何？药力已经化开，对为师很有用，经脉感觉好多了。怎么不变？师尊不是说……师尊，宁儿，尽快提升修为，你的提升才是为师恢复的关键。师尊，这心机也太深了吧！此举有违师道，传出去定会被天下人耻笑。但为师知道楚宁对为师的好，为师又如何舍得楚宁放弃如此机缘？快快成长起来吧，宁儿。丁，为妻子喂饭，奖励贡献值1000；丁，让妻子心动，奖励贡献值5000。药力太强了，不过师尊的初吻就这么没了？不对，是我的初吻没了。不过这味道甜丝丝的。不能乐了，专心炼化。龙象镇域境突破第4层龙身显化，修为3境之命，进度87%，实力大增。师尊，师尊！闻着味儿就来了，醒得倒是巧，快来吃饭吧。师尊，弟子还以为师尊出事了。宗门还没得到传承，不会轻易动手的。宁儿，快松手，为师要喘不过气了。这么大的人了，还急急慌慌的，担心师尊嘛。对了，师尊，弟子如今已是3境之命后期，离4境不远了。意料之中。师尊，那丹药的事……宁儿，你做什么？今日之事，事急从权，不然你根本不迟。那是弟子的初吻，师尊说怎么办吧？这话说的也太直接了，我是你师尊啊！系统都说师尊是我妻子，亲了就得负责。难道只有宁儿你是，为师就不是吗？对啊，师尊百年修行也没道理，我把师尊的初吻也拿走了，不对，是师尊送给我的。那弟子负责。哎呦，都说了事急从权，你跟倔驴似的，为师有什么办法？不要你负责，有这心思，不如想着怎么替为师恢复修为。好的，师尊，赶紧吃饭，赶紧吃饭，赶紧吃饭。老师，各位长老，
那废物楚宁，我必将其扒皮抽筋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只是宗主，那阴阳玄龙丹就这么给了，倘若他们不交出传承，该当如何？本座岂会那么蠢？丹药上早做了手脚，只要苏婉晴吞下，本座便能彻底掌控她。届时，不只是传承，连她这个人也是本座的玩物。诸位，人域之内可有18岁的3境之命，一个灵根不合格的废人竟能有此成就，可见苏婉音那贱人隐藏的传承有多惊人。这传承，我太玄宗必得。苏婉清心机深沉，连弟子都瞒着，死不足惜。不知老师打算如何取得传承？宗主，在下以为不可强取，不如先以利益示好，让他们放松警惕，再以他们所需的修行资源作为交换，让他们拿功法来换，如此循序渐进。等我们得到全部传承，这2人也就没什么用了。宗主，意下如何？好办法，就这么办。明日再派人送些资源过去示好，等他们没了价值，就是他们的死期。本宗甚是期待呀。师尊，您看今晚的月色真不错，之前怎么没发现咱们小竹峰这么好看呢？师尊，您做的饭菜真好吃。他说的真的是月色和竹林吗？他这是拿白天的吻做文章，可我怎么解释他才会信那是市级从权呀？连我自己都不信。为师去修炼了。师尊这害羞的模样真好看，鲫鱼就是鲫鱼，身材好，相貌好，温柔贤惠，妥妥的贤妻良母。系统，你这个对象绑定的太好了，给你点赞。系统，查看贡献点，还剩16000，正好可以进阶缥缈剑诀。剑修啊，御剑乘风去，除魔天地间。以前只能羡慕，现在我也可以了。升级完剑诀就去帮师尊疗伤，虽然他现在可能会躲着我，但恢复修为可是大事，他没理由拒绝的。童子，帮我进阶缥缈剑诀。长春不灭绝，要10万贡献点。龙象镇狱禁要100万，还是先升级缥缈剑诀吧，只要1万，师尊以后也能用。系统，我有个问题，进阶后的功法算是我师尊未来的版本吗？功法进阶只在于以其他功法优势弥补原本功法所缺失之处，类似功法推演。懂了，就是补全功法漏洞。不错。系统，进阶缥缈剑诀。已消耗1万贡献点，进阶缥缈剑诀为浩渺剑章。浩渺剑章，又是这么长一串。说简单点，有啥用？一为宿主简化更高一层的剑道理解，更方便修士领悟。修炼大成之后，可完美虚化。我操，完美虚化，这不等于无敌了？正在帮助宿主领悟浩渺剑章。打开面板，江清月练了30年才第3层，我这就第4层了。直接跳到最后一关的感觉真爽，天骄竟是我自己。师尊，您不是说要教我剑道吗？弟子有些细节想请教。明日再说。既然不教剑道，那弟子帮师尊恢复修为总可以吧？师尊不见我，是担心弟子做什么玷污您清白的事吗？可今天的事，在于师尊啊。说了明日，累了一天了，还这么有精力是吧？赶紧睡你的觉去。师尊这般说，还是不信任弟子。弟子承认，早就对师尊有所念想，可喜欢一个人，不一定非要做些什么。今日之事，不能全怪师尊，但也和您有关系。难道要因此耽误自身大道修行吗？女人的心思真难猜。进来说话。不是说要问剑道吗？愣着做什么？师尊，弟子想问，缥缈之意是精髓所在吗？是，但你无需考虑，先练剑。江清月修行30年都未领悟，你别好高骛远。那要是弟子领悟了呢？你没必要拿大道当幌子，是不是领悟，为师自己清楚。师尊，你我师徒，何以相宜至此？难道为师不该对你存疑吗？弟子对您也不算差吧？哼，倘若今日你没说那话，为师断然不会如此。我不说，师尊能让我进来？自然不会。那说明师尊对我其实并不警惕，知道弟子不会做什么。那为师问你，你如今留在为师身边，是觉得为师是你师尊，还是因为其他？认为师尊是师尊，唯其一也是绝对。算你这逆徒还有点良心。还有其他的？当然也是将师尊视为女子看待，弟子不想隐瞒。
你还真敢说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师徒？你见过的女子太少，等你日后见得多了，未必还会有这样的心思。可若此情不渝呢？是师徒之情不渝，还是你觊觎之心不渝？师尊，用觊觎似乎不太好吧？喜欢也能被说得这么难听？觊觎是单纯好色，弟子不只是好色。你倒是能说得出口。师尊既然问了，弟子就直说。难道我说不喜欢，师尊就信了？那你可知，此举背逆人伦，说出去要被人耻笑。弟子只是喜欢，可师尊是直接做了，师尊不是更过分？为师说了，事急从权。倘若我修为够高，天下何人又敢多说半句？宁儿，为师不想在你这里为难。师尊有什么为难的？弟子若是只是喜欢，什么都不做，师尊不就不为难了？是我想歪了。师尊不愿，弟子必然不会为难。弟子心目中的师尊，仍是那无所不能、镇压一切的师尊。也想那样的师尊回来，即便是要谈论此事，让师尊接受，起码也是要师尊重新屹立在这天地之巅，不是吗？弟子为师尊宽衣，即刻疗伤。他是长大了，为师自己来即可。被这样的弟子喜欢，还夸我容貌好，其实心里也有些小窃喜。罢了，他要开始了。长春不灭绝3层，量大管饱。宁儿，等等，量太大了，为师要先炼化。我的妈！之前真没发现师尊这么有料。宁儿，这次进度很快，怕不是这般继续调息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师尊恢复得不错。进度很快，超出预想。那继续。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5%，奖励贡献值5万。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4%，奖励贡献值4万。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2%，奖励贡献值2万。弟子还真好用，自己养大的用着就是放心。经脉修复大半，已经能重新感受到灵气了。燃尽了，消耗太大了。宁儿，为师可能要的太多了。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，修为累计20%，累计奖励贡献值20万。燃尽了师尊。宁儿，为师大部分经脉都恢复了，下一步就是灵符了。很少师尊脸上露出这么开心的笑容了。没有宁儿你，为师也不会这般。有你在，不就是每天都会开心吗？那师尊还防着我，今天还不让我进来。怎么，立功了就打算言语轻薄为师了？弟子倒想动手轻薄，可无奈有心无力。贼心不死，睡你的去。师尊，这储物戒，弟子解开了。睡着了的样子，才算老实顺眼。睡吧，累了一天了。弟子保护我，不该如此。他年纪还小，世界的恶意，该是我陪他一同承受。法体双修，正好适合如今的我。纵然重修，我苏婉清也绝不弱于人。这点肉身的痛苦，如何比得上道心破裂的撕裂感？我扛得住。这功法果然不俗，一镜铜皮镜，红色气血之力再次勃发，2镜铁骨，中气。
重新拥有力量的感觉，真好。今日我苏婉清重修，一日入2境。这个是不是对男子的吸引力很大，所以弟子才盯着看？长春不灭第4层了。去哪儿？待会儿吃饭了。这哪里是修复功法，这他妈是生命意境啊！师尊，怎么？师尊真好看。一大早上就琢磨这些。师尊，弟子如今手段更强了，今晚起码2个时辰起步。宁儿，可发现为师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换了身衣服。再看。哦，懂了。女人喜欢让男人自己发现变化，不是外表，那就是内在。师尊，不能是这个吧？逆徒，让你看修为，修为，难道看不出为师如今的境界吗？你看什么呢？恭喜师尊，贺喜师尊，师尊这是2境了。弟子睡一晚，您就进步神速，属实没猜到。如今倒是看出来了，你脑袋里在想什么，用得着为师挑明？那个师尊，弟子帮忙做饭。饭好了，去洗手吃饭。好的，师尊。他的进步似乎不比我慢。宁儿，为师已是2境，并尽力掩饰了气息。你的修为突破也要掩饰，底牌越多，胜算才越大。弟子明白。师尊，体修和法修境界差别在哪？3境之前，体修碾压同境；4境之后，法修可御剑御风，体修便落了下乘。法体双修虽强，但修行缓慢。无妨，弟子会帮师尊一起提升的。苏长老，楚宁，这饭菜真香，不知老夫能否也尝尝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滚远点，别碍眼，你也配吃？苏长老，前几日你买丹药，老夫多收了钱，这些是补偿。无非是看到我弟子有了实力，想来巴结。这些烂东西谁稀罕？拿回去。老夫昨日就听说你3境了，果然是年少英才。不如来我丹峰坐坐，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丹药。李长老，我师尊不喜您，我得听师尊的。去个屁！为师的传承不够你用，一个修行1000年还没入圣的老废物，几句话就想让你走。师尊误会，您把最大传承都给了弟子，弟子定无2心。最好是这样，别让为师发现你和别人有联系，否则怎样？你一个废人能如何？果然有传承，而且师徒有嫌隙，这是突破口。苏长老，你的储物戒打不开，资源再多也没用。我丹堂的资源正合适楚宁，就当是我带走你弟子的赔偿吧。对啊，师尊，这对我有好处，咱们就去吧。唉，也罢，晚些时候去一趟。但你要知道，他是为了补偿为师才给你丹药的。那老夫就等2位大驾了。楚宁，老夫很看好你啊。看今日为师给你骗个大的。师尊鸡贼起来，忽然感觉有些可爱。逆徒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宗主，楚宁已是3境之命，修为稳固。据他们对话，苏婉清却给了他传承，且2人似乎有嫌隙。有嫌隙？呵呵，苏婉清没了修为，自然留不住人心。老夫已邀请楚宁来丹峰，他显然对资源很羡慕，可以拉拢。很好，就从楚宁下手，告诉其他长老，他要什么就给什么，获取信任。等关键时候，再用资源逼他交出传承。宗主英明。那就是青衣剑圣苏婉清，听说已经废了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别招惹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楚宁师弟，来我丹峰耀武扬威吗？叶师姐，另谋高就了，连声长老都不喊了。让你们走了吗？不说清楚来我丹峰做什么，就滚！这是在向新主子表忠心啊！小婊子，滚远点！你找死！牲畜，敢辱我师妹！这一掌是替我自己打的。我的弟子果然厉害，宁儿，日后为师的威名就靠你来振兴了。还不快滚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苏婉清和楚宁是老夫特意请来的。苏长老，楚宁，见笑了，这边请。今日你的弟子得罪了我，你不得多拿出些丹药给我弟子？为师拉下脸给你讨要丹药，修行之后莫要辜负为师期待。可师尊，弟子修行只是为了满足您的期待吗？住口！废话别那么多。蠢女人还当自己是剑圣呢，这嫌隙利用价值太大了。默契尽在不言中。小楚啊，你18岁便入3境，比你师尊当年还厉害啊！王长老客气了。本座能教出一个江清月，
就能交出更好的。这些是3品亏命丹、疗伤丹药、真元补气散，对你修行有天大好处，收下吧。多谢王长老。师尊，我们有丹药了。既然这老东西给了，就拿去修行，别浪费了。唉，苏长老，如今弟子的资源都需要旁人给，也太说不过去了。老夫是为你觉得可惜呀，楚宁。王长老，我师尊若不是修为受损，王胜，你当年求着本座收你丹药，如今竟敢如此阴阳怪气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楚宁，把丹药还给这老狗，我们不要。可师尊，弟子没有丹药，修行太慢。连为师的话也不听了吗？楚宁，留着，这丹药是给你的，他自己修为尽毁，难道还要耽搁你？还回去。对不起，王长老，我听我师尊的。好，楚宁，做得好，放心，为师一定帮你找到这些丹药。小楚，拿着，别被你师尊发现，他死要面子，让你活受罪，有需要就偷偷来找老夫。看来这老东西上钩了，他们在盯着我们，晚点再演一出戏，让他们觉得你我嫌隙更深。师尊，您真会演，把崩溃的凤凰女淋漓尽致。什么叫凤凰女？就是畜生。这些丹药哪儿够？接下来去筑气峰走一趟，给你弄2件法器。哎呀，苏长老，楚宁，小楚如今3境，正需称手法器，来我筑气峰逛逛。哼，自己送上门来了，你们一个个都来看本座的笑话。楚宁，我们走，不稀罕他们的施舍。原来如此，这苏婉清死要面子，楚宁又是个软弱的，正好我条件好的找机会送去，大事可成啊！这功劳我们必然要拿到手了。师尊略施小计，就把他们耍得团团转，弟子佩服。这算什么？太玄宗那把仙剑，为师迟早也给你搞来。师尊威武。做什么？师尊怕什么？刚才您还说要教我御剑，还要切磋呢。若是下次直接开口，别突然凑近。师尊是怕弟子做点什么？哦，你想做点什么？还想亲？有胆子的话，就来啊！哦，真的？要不回洞府？无妨，这里没人看得见。来啊，宁儿。既然师尊都说了，师尊胜得过为师，没准有机会。既然师尊这么说，那就别后悔。你真打呀！闭嘴！就你这点水平，还敢跟为师嘚瑟，还敢直呼为师名字？苏婉清，我真要跟你动手了。小子，你还得多练几年。破绽在这里，龙翔镇御剑，全力！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巧合，巧合。师尊，方才的话可还作数？为师一身剑道，仅有4个破绽，竟被你找到一个，为师果然不行。师尊，弟子只是对您剑道了解，您绝非不行。你赖账！宁儿，还是多练几年吧。为师先修行了，晚点再教你御剑。苏婉清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啊！逆徒，早知道就不答应了。晚上疗伤，怕是躲不过了。被忽悠了。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晚上看你往哪儿跑。系统，查看贡献点余额。贡献点余额213000。21万，不错。不过现在功法够用了，不能贪多。当务之急是提升实战经验，还有隐藏修为。系统，帮我找些能掩饰修为的东西。已推荐掩天丹，7境圣人之下皆可隐藏，售价100贡献值。这么便宜，买了，兑换2颗。先修炼到3境巅峰，然后去找师尊学御剑。我教徒弟真的有问题吗？怎么一个个都……唉，心烦。师尊，有人盯着，别太过分。吃完饭教你御剑，掩饰修为的。储物戒里似乎没有这个。弟子的机缘，师
师尊快吃吧。没放什么奇怪的东西吧？放了点奇因合欢散，师尊吃了就知道了。果然，境界边洞被彻底掩盖了。宁儿如何？效果很好，宗主都看不出来。如此便好，也算是个底牌了。师尊，弟子帮您一起做饭，我会切菜。热吗？不热。菇，差一点就掉进去了，可惜。好不好看？好看。饭好了，端饭。哦，师尊这副居家模样，竟有几分人妇之姿，太撩人了。把你不该有的心思收起来，待会儿教你御剑，敢乱来就劈了你。师尊舍得吗？你若我弟子，自然不舍。可你现在是吗？没心思的时候可以是，有心思的时候可以不是，如此便可。这逆徒还分得挺清楚。这弟子不说话的时候，其实看着还挺顺眼，真想给他嘴缝上。这是御剑用的，储物戒里好的别拿出来给别人看的。师尊请讲。御剑也是御物，但要承载自身重量，极耗灵气，唯有通晓剑意，方能轻松驾驭。为师曾教你的缥缈剑诀，还记得多少？师尊教的都还记得，无非9篇181剑。没忘本就好。修剑需先练剑法，再通技艺，再悟本源真意，循序渐进。可我已经靠系统跳到最后一步了。灵气不够。哈哈，我成了！不要心急，先掌握平衡。想要减少消耗，就要通晓剑意。宁儿，路漫漫其修远喜，好生练剑。弟子明白。那是飘摇之意，不，感觉比我的还要更上乘。难道这世间还有第二个拥有这种能力的人？宁儿，小心些！御剑乘风去，除魔天地间。此番快意，不过如此。半个时辰，他竟已掌握御剑之法。总有一天，他会比我走得更快、更远。我也要尽快修行才是。师尊如今无法御剑，弟子便是师尊的剑。弟子想带师尊看看。当然了，如果师尊怕的话。怕？之前因为自己，我从不畏惧；如今因为你，我照样可以不怕。宁儿，慢一点！慢不了半点！宗主，那楚宁在苏婉英的教导下，只用了半个时辰，就掌握了御剑之术，千真万确。我们亲眼所见，此子简直是逆天天骄。半个时辰怎么可能？我当年也是30岁才做到，他的灵根明明只是凡品。苏婉清，王胜，今日他去了丹峰，情况如何？宗主，那小子虽有几分骨气，但在修行资源面前，还是抵挡不住诱惑的。呵呵，很好，那就继续盯着，什么丹药都可以给，但要卡住他突破所需的关键丹药，先取得他的信任。王胜，此事若办成，本宗带你去天元宗参悟圣人之意。宗主，不只是丹药，我助气风的法器也可以用来拉拢他。老夫虚道风也能拿出资源，谁的功劳最大，机会就是谁的。宗主，倘若他们拿了东西就跑了，哼，跑？宗门大阵覆盖万里，他们跑不了。
这逆徒一次两次就算了，这是故意占我便宜。师尊，弟子如今小有成就，最想分享的就是师尊您了。难道师尊连这个机会都不给弟子吗？你转过头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再说一遍。宁儿，为师够了，要回去修行了，放我下来。师尊，遇见不好转身。哦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你都敢做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师尊欠我的，弟子讨要点利息不行吗？我欠你的？你从小到大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样不是为师给的？回小竹峰，现在。唉，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。哦，师尊别掐了，紫了。某人不是有长春之意吗？这点小伤算什么？都是误会。松手！你我乃是师徒，如此成何体统？师尊，咱们的戏还没演完呢。您说咱们不给他们点甜头，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把好东西和那把仙剑拿出来吗？这倒是个问题。我这儿有不少顶金功法，可给了他们，太亏了。这事交给弟子，保证办得妥妥当当。楚宁，不过刚会御剑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？还不快去修行？难道要为师一辈子被人欺辱吗？可是师尊，弟子已经很努力了，弟子没有丹药了。混账！不许提丹药，为师看不到你的进展，你就滚出小竹峰。幸亏王长老给了我些丹药，否则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逆徒，逆徒啊！从小养到大，胆子怎么就这么肥？以前只是偷偷摸摸，那一吻之后，他简直无法无天了。罢了，舍不得推开他。不过下次必须我掌握主动权，必须吓到他，否则今晚他真能爬我的床。白天要演戏，不能让他给我恢复修为了。我自己也不能懈怠。不知宁儿修炼的如何了？这丹药的气息。楚宁，你在做什么？畜生，谁让你拿他们的丹药了？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？早知如此，就不该把传承给你这废人。尊，不要啊！弟子也是为了您着想，没有丹药，弟子如何修行啊？混账，逆徒！这女人真是疯了。为了点可笑的面子，居然……你的丹药，为师自会解决，但不许你再碰他们的东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苏婉清越是如此，楚宁就越会离心离德。机会来了。唉，还是洞府里舒服啊。童子老弟，龙象镇域镜的封魔版搞定了没？要那种每一段都能单独练，但合在一起练，保证走火入魔的。宿主是否花费1万贡献点购买龙象镇域镜封魔版？是我要的那种。是的，宿主，该版本共分8段，每段可单独修行，但完整修行必然导致灵气逆流，走火入魔。坑的就是他们。买。完美，就跟他们说，吐血是正常反应，毕竟是绝世传承嘛，不吐血怎么逆天？演了半天戏，也该来点真的了。一下午的沉淀，知命境已经圆满，是时候突破4境，登楼观海了。铸就长生楼，等同于在体内开辟新天地，真疼啊！突破了。楚宁，
资质上品灵根，资质也提升了。吞天魔功果然不凡。修为4境登楼，进度1%。4境修士，寿元300载。从今天起，我也是老妖物了。该去演我的阴谋小剧场，等那群老家伙上钩了。师尊，弟子只是想让我们的生活好一些，您给不了资源，为何不让弟子拿别人的？我不是师尊的傀儡，我只想走出自己的路。这天下为何没人懂我？靠，白眼了！我靠，吓死我了！幸亏没露馅儿。孩子，来，满上。王长老，诸位长老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孩子，我们一直都在看着你，你很不凡，但你的师尊，他在耽误你呀。是啊，他自己沦落至此，是他活该。他只是在利用你为他报仇。不，师尊对我最好，没有他就没有我。傻孩子，你的成就只跟你自己有关。孩子，这些丹药你拿着防身，从3境到6境的，足够你用了。好男儿怎能没有一把好剑？拿着。还有我这儿的符箓，这是法宝，这是功法。小楚，我们都看好你。谢谢诸位长老，没想到你们比我师尊还好。可是这么多资源，弟子不敢收啊。拿着，但我们也有个不情之请，我太玄宗需要你这样的天骄。楚师侄，为了宗门，请助我们一臂之力。诸位是想要师尊给我的传承？正是为了宗门大义。弟子也是宗门之人，自当为宗门考虑。师尊虽不让外传，但为了宗门，弟子愿意。只是师尊目前只教了我这么一点。很好，很好，太天宗不会忘记你的恩情。以后若还有，我们互帮互助。为了宗门，为了宗门，就这一部分，就能让你修炼到如此地步？对，弟子会继续向师尊讨要后续功法的。诸位长老放心。好孩子，真是个好孩子。切记，今日之事不要张扬，否则你师尊必然不喜。弟子明白，那我走了。看来本宗所料不差，这楚宁果然靠不住。宗主英明，苏婉清为人严苛，不得人心，这小子心生叛意也是迟早的事儿。只是这一卷就足以媲美2流功法，果然不俗。但这东西会不会有问题？哪位长老愿意一试？我来。既如此，大家一同参悟一番。宗主，我的肉身力量真的提升了，这功法果然神奇。我也有进展，好东西啊！只是为何感觉这功法缺少了许多东西，运转路数也颇为怪异？废话，这是残篇，楚宁那小子还没得手呢。诸位长老，此事关乎我太玄宗未来1000年荣辱，继续引诱那楚宁，谁的贡献最大，天玄宗的名额就是谁的。师尊您看，法器、丹药、符箓应有尽有，白送的不要白不要啊。收着吧，日后离开了可以换成灵石。宁儿，你是如何弄出那功法的？弟子就是随意修改了一通，分卷修行进步不大，可一旦合起来练，保证他们经脉闹流，走火入魔。随意修改竟能做到这种地步，他对功法的理解已经高到如此程度了吗？既然功法已经取信于他们，明日你便去筑气峰，为师教你如何让那把仙剑认主。师尊，那仙剑不是连您都无法收服吗？弟子何德何能？满身酒气，先去酒气。对酒当歌嘛，不这样怎么显得弟子内心悲愤呢？为师都觉得自己的演技太浮夸了，你莫要在意。师尊放心，他们就喜欢看您这副绝望的模样。若是没你，为师恐怕真会沦为那般疯魔模样。那师尊打算怎么还我呢？那宁儿想让为师怎么还呢？白天答应的亲该兑现了呗，师尊。亲完了呢，还想做什么？
帮师尊恢复修为，恢复完了，抱着师尊一起睡觉。倘若这些都做了，就没其他想做的了？比如……这是师尊给机会了。师尊的腿真滑，弟子也是第一次摸女人的腿，谢谢师尊。逆徒！师尊给的机会，弟子怎能放过？师尊今天有点奇怪，不会是想戏弄弟子，结果玩脱了吧？放开为师，宁儿，你到四境了。宁儿，你别这样，为师师尊的承诺兑现了，就当是今天弟子赢了师尊的奖励。先把剑灵的事情说完吧。师尊不教训弟子，是下次也可以的意思吗？再亲一个，刚才没仔细体会。你还担心为师生气？我还以为你早不认我这个师尊了。没心思的时候，师尊还是师尊；有心思的时候，师尊就是婉音了。剑灵的事，你到底还听不听？听。罢了，顺其自然吧。这逆徒或许就是我的天命。那仙剑是为师当年在一处秘境所得，它并非完整，只是一节剑尖，便已是仙兵巅峰，还有了灵智。一节剑尖就是仙兵巅峰，那为何？为师若持此剑，必遭人欲各宗猜忌，为太玄宗招来祸端，所以为师对外宣称此剑无主，凡被认可者皆可持有，将其放在铸剑峰，以安抚各方势力。所以此剑早已认主师尊，只是您为了大局才……可为何要我去取？我如今修为尽失，他会跟我走吗？你以为仙剑会看得上一个菜鸡？那倒也是，师尊现在连弟子都打不过了。好个不知轻重的宁儿！不过道理确实如此，为师本想仿造一丝飘萍之意让你去骗他，但既然你已领悟了更高深的剑意，直接去便可，他会跟你走的。弟子明白了，明日我便以兵器不趁手为由去筑气峰挑选，然后顺理成章的去找那把剑。宗门那帮蠢货自以为连我都拿不走，更何况是你。他们根本不知道此剑留下只是为师当年为了宗门安稳的一个局罢了。自傲的人最好处理，交给弟子便是。师尊，时辰不早，咱们是不是该上床了？你当为师听不出你话里的意思？那师尊就说是不是该上床睡觉了吧？你这话要是跟别人说，第二天就得被剐成13000片。师尊又舍不得独儿受这苦。舍得？你真是无药可治了。某人四境了，是不是能拿出更多？莫要让为师失望。师尊说的是长春之意，还是别的？怎么，你还敢拿出来别的？当为师如今剑不利否？师尊，弟子想明白一件事，那忤逆诸法是双修之法，师尊您灵府恢复后，岂不是要法体双修？这样大道进步会很慢的。宁儿，倘若没有你这功法，为师道心也不会如此坚韧，这便是为师的宿命。况且谁知道我们家宁儿提升这么快，为师也得跟上才行。弟子是师尊家的，为师当初就该给你起名叫苏宁，如此就是你半个娘了，看你还敢不敢起轻薄之心。那弟子以后喊师尊娘，师尊会怎么办？你真做得出来？魔修都没你这么离经叛道。弟子是为师尊转世的，一般魔修可比不上弟子。楚宁，苏婉清，别忘了现在是你求我，信不信让你嗷嗷叫到明天？逆徒！为师劝你最好别让我恢复修为，否则第一个就砍你。师尊恢复了也追不上我，我可比师尊更是天骄。哦对了，从脚底也可以疗伤。师尊，要是改天我们结为道侣，我该喊你师尊还是婉清？喊你娘个头！再说这种事就滚蛋！师尊脾气这么暴，以后没人娶的。本座需要人娶，那些爱慕我的男子，我何曾正眼瞧过？那弟子呢？你毛都没长齐，等你见过了世面再说吧。这天下美人多了去了，你只是因为依恋为师，那不是爱。师尊的意思是，
只要我见过了天下美人，还觉得师尊最好，师尊就答应了。可以。所以在你把天下女子看遍之前，为师不会答应你。那我一辈子也看不完啊。所以啊，小孩子还是专心修行吧，快别愣着了。还有存货就都拿出来。好的，师尊，都留给你。检测到宿主让妻子愉悦，奖励贡献值1万。系统评语看似被动，实则处处掌握主动，令人无路可退。触发系统暴击，灵根可使用贡献值提升。哦，原来师尊这么开心啊！灵根还能提升，我操！师尊，一滴都不剩了。检测到宿主为妻子，恢复修为累计30%，累计奖励贡献值30万。目前修为恢复进度61%。50万贡献点了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但胜利在望。自家弟子用着就是舒心，你小子不是喜欢看吗？现在还有心思看？张张嘴，吃2颗养神丹，好好休息。如今倒比之前强了不少，还能说话呢。不行了，真没了。明天，师尊，明天一定。没说继续，看把你吓的。早说嘛！怎么着，楚大爷，这床是你的了，让为师睡地上。弟子舍不得师尊睡地上，师尊也睡床上。我还睡，睡着睡着，改天就盖一张被子，然后双休了是吧？哇哦，师尊比我还会开车。反正弟子问心无愧，这床从今往后就是我的了，谁也别想赶我走。你如此消耗，对根基可有影响？对功法提升有好处，是双赢。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为师可算放心了，总不用担心被某个逆徒占便宜了。下次一定剩下点精力占便宜，反正师尊也舍不得揍我。你还承认了？喜欢师尊有什么不能承认的？你倒是装都不装了。楚大爷，抬个头。师尊，怎么突然帮弟子按头了？你每次睡着，额头都会经脉暴起，是消耗过度的后遗症。为师查了典籍，如此按压可以缓解。以后是不是还能这样？看某人表现如何了？弟子明日一定让师尊满意至极。臭小子，逮到机会就嘴上花花，睡你的觉。早该让你姓苏的，但如今这样似乎也不坏呢。顺心而为便是足够了，他或许就是我的天命吧。我也要突破了，3境柳金境就在今晚。不历刺骨之痛，何亏通天之道？弟子都能扛住那么多，我又有什么可怕的？扛过来了，3境柳金。趁我睡着偷偷修行是吧？就是不给我看。嘿嘿，现在换我偷偷看。师尊，别拽我被子，枕头是我的。宁儿别闹，床又不是不够大，困死了。可师尊老拱我，都快把我拱下去了。事真多，凑近点就好了。乖。早啊，师尊，睡得舒服吗？是梦，是梦，一定是梦。我不可能糊涂到跟他睡一个被窝，不是梦，我真的抱着宁儿在睡。宁儿，为师的床不够你一个人睡吗？还要来地上陪为师，真是太贴心了呢。我操，3境体修，灵气拦不住了。宁儿，昨夜你为为师恢复修为，今日为师也帮你锤炼锤炼筋骨。师尊，我错了，是您自己说让我凑近点的。为师知道啊，这不是正帮你锤炼筋骨吗？喜欢贴着为师是吧？跑什么？今天谁跑谁孙子。师尊是女子，输了就是孙女。滚你娘个蛋！就你这厚脸皮，揍你有屁用？早上吃什么？只要是师尊做，弟子都喜欢。撒手！从今天起，每日留出2个时辰与为师交手，不然你这实战经验简直没眼看。师尊，可要帮忙？弟子特来恭喜师尊突破3境。把你的狗爪子拿开！再废话就把你劈了！眼里没活是吗？去把食材处理了。弟子这不是心疼师尊吗？弟子还想吃师尊一辈子的饭呢。逆徒，逆徒，逆徒！师尊，中午我差不多就能恢复好，要不今天就尝试一口气帮您彻底恢复。不碍事吗？不碍事。吃完饭我就去筑气峰取剑，回来正好。师尊要一起去吗？你只管去，为师留下更方便你行事。记住，他若不认你，
你便说你是我的弟子，再报出那句暗号。剑出北域，横扫八荒，弟子记下了。孽障，逆徒，把这些都收拾干净。本座要回去休息，莫要让我发现你偷用他们的丹药，否则没你好果子吃。借着演戏骂我，等着看我晚上怎么报答你。打开系统面板，资质上品灵根，可进阶。灵根终于可以提升了。宿主可消耗1万贡献点，提升上品灵根至仙品灵根。提升，才1万就仙品了，这再来，继续提升。是否消耗1万贡献点，提升仙品灵根至神品灵根？提升。我尼玛，神品灵根江清月那个废物，有这等资质，30年才3境巅峰，老子痛恨天才。但如果天才是我的话，那没事了。快看，是小珠峰的楚宁。楚宁不是废人吗？怎么会遇见了？人家现在是18岁的3境修士，昨天还把丹峰少族给揍了。哈哈，小楚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快请进。徐师伯，这不是靠着诸位长老的丹药，实力有所提升，可总觉得没有一把趁手的兵器。好说，我祝气峰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法器。灵品飞剑，你看如何？看上什么随便拿。其实弟子是听说师尊当年带回来一把仙剑，想去试试。是后续的功法。哈哈，愿意，来看看而已。当然可以，那可是你师尊带回来的，你来看看无可厚非。走，师侄。走，师伯。小楚啊，此剑剑意无端伤人，宗门才将其封锁。你若感觉压力太大，就别勉强。师伯这里的好东西多的是。今日若无法令其认主，那便是世间再无配得上在下的佩剑了，宁愿不取。好大的口气，苏婉清都不行，就凭你？好凶厉的剑意！不对劲，师尊不是说已经认主了吗？为何会被锁在这里？本座已经说了，你们太玄宗的都是废物，没资格让本座认主，赶紧滚，否则今日便是你2人死期。剑灵前辈息怒，我这师侄楚宁是遵奉师命前来，想试试能否得到前辈的认可。听不懂本座的话吗？滚！本座不管他师尊是谁。家师苏婉清，不知前辈是否认识？为何不是他亲自前来，反倒是你？这是剑主的纯粹剑意，他来找我了，可以跑路了。但这小子剑意太差，你的剑意太差，让你师尊苏婉清亲自来见本座，本座只认他。前辈有所不知，苏婉清早已修为尽失，怕是修为尽失？不可能。师尊还让我带了一句话：剑出北域，横扫八荒。不知前辈是否听过？这是我和他的暗号。他真的出事了！我操，这阵法是豆腐渣工程吗？小贝，带本座去见苏婉清。剑灵前辈，您不能离开啊！这本座如今看中这弟子了，你太玄宗还敢管本座不成？楚师侄啊，这仙剑你不能带走。没事儿，带走尽管带走。那就谢过师伯了。功法呢？你真不给啊！我操，玩大了，仙剑被拐跑了！来人啊！不好了，仙剑被人取走了！前辈，慢点，要吐了！你不是被锁住了吗？怎么说走就走？锁住？你师尊舍得锁我？那阵法是他做的手脚，本座只是在里面凝养剑意罢了。那你也听我把话说完啊！师尊只是出了点意外，过段时间就恢复了。你是师尊的飞剑，此事千万不能泄露。你说了个屁！算了，本座直接去找剑主问清楚。别啊！师尊交代了，咱们得演戏。我要找剑主，我什么也不管。仙剑都这么猛的吗？剑主，听说您出事了，是不是真的？
这傻贱，我不是这么安排的呀，这不全露馅了。师尊，天玄根本不听啊，话没说完就把弟子给拉过来了。弟子也没想到他直接就出来了。剑主，听说您修为尽失，可我分明从您身上感受到修为变动。快住嘴，进来说话。剑主你住口，滚进来说话。我这不是关心剑主吗？你一口一个剑主，外面的人听到了，不就知道你早就认我为主了？我如今修为尽失，一旦消息传出去，上清道那三宗的人会善罢甘休吗？可是剑主，您修为真的丢了，您答应过我要帮我找全其他飞剑的。你是不是脑子被狗啃了？都说了能恢复，没修为了还这么凶，你感觉不到我身上的实力波动吗？所以是我打乱剑主的安排了。你说呢？交代你的话都被你吃到狗肚子里了。看来不止我一个人被师尊骂呀，心里平衡多了。我本来的安排是让你认他为主，结果你一句话都不听就跑出来了。以后再这样你就滚蛋，别跟着我。他是谁啊？对了，剑主，他的剑意境界比您的还高呢。这是谁啊？这么厉害？我弟子。他男人啊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总之，对外你就认他为剑主。我相信剑主，只要您的修为能恢复，我就跟着您。而且他的剑意也很高，剑主要是哪天没了，我就跟着他。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？算了，计划得继续。苏长老、小楚，还望出门一见。仙剑事关宗门大计，我们总得调查清楚。回头再说，别耽误了剑主的大计。仙剑认主了，还是楚宁，这仙剑绝对不能给他。我已经交代过，为什么带楚宁去？宗主，属下是看到了楚宁身上的功法，为了那传承才，谁想到他居然做到了。废物！那仙剑必须弄回来。宗主息怒，依我看，不妨让他继续拿着，体现我太玄宗的大度。反正他就算拿了仙剑，也离不开太玄宗，跑不了。对，宗主，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。仙剑传承罢了，传承更重要，就先让他拿着。小楚，那仙剑果真被你得到了？是啊，宗主，弟子也没想到，师尊都没得到的仙剑，被弟子得到了。不错，不愧是我太玄宗天骄。既然如此，本宗兑现诺言，此剑便归你了。这就给了。看来那假功法的诱惑力比想象的还大。我的弟子，天下无极。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畜生，之前不是说本座是废人，克扣我小竹峰资源吗？现在傻眼了吧？是我等有眼无珠了。苏长老骂得好，苏长老教诲有方啊！一个弟子连资源和丹药都没有，居然还能修行到如今境界，真是古今第一奇人。是啊，我等佩服。宗主，如今我弟子如此出众，该恢复我小竹峰的资源了吧？小竹峰如今只有2人，给苏长老也没用。这样吧，就恢复小竹峰1个弟子的修行份额，全给小楚。谢过宗主。你个没骨气的东西，一份资源就把你收买了，混账逆徒！苏婉琪，你越来越像个疯女人了。小楚也要修行啊！弟子谢过宗主，宗主之恩，弟子没齿难忘。无妨，日后别忘了回报宗门就行。放心吧，宗主，弟子一定会回报宗门的。楚宁，你怎么敢和为师的仇人这么亲近？师尊，弟子是为了自己修行，既然您帮不了弟子什么，就不要插嘴了。宗主都说我未来可期，弟子为自己考虑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孽畜！为师把传承给了你，你竟……师尊放心，弟子日后会保佑您周全的。混账啊，混账！呵呵，苏婉清都是你自找的。楚宁，你的利用价值才刚刚开始。呵呵，小楚，莫要让本宗失望。哈哈，宗主放心，弟子会的。老狐狸们，等着被我收割吧。楚宁，你到底是哪头的？刚才剑主都气成那样了，你该不会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吧？你觉得呢？虽然你们之前通过气，但我觉得你好像不太像好东西。宁儿，他们连仙剑都没多问一句，看来你的假传承对他们诱惑太大了，尤其是陈玄天那张嫉妒又得强装大方的脸，笑死我了。如今进度超乎想象，我们可以直接开始下一步了。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北方的乱天域，那里三教九流汇集，最没规矩，也最适合我们。传送符箓能传送10万里，但到乱天域足有100万里，我们必须争取到足够的时间。资源拿到手后，我会以突破为由闭关，同时我会找人散布仙剑的消息，祸水东引，尽量拖延时间。太玄宗甚至整个人域都留不得，等我们有了圣人修为，今日之辱必然加倍奉还。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杀？
你别真砍啊！那到底砍不砍啊？唉，罢了。这俩人是正经师徒吗？师尊还让弟子摸腿，人类的关系好复杂。哎呀，师尊，别生气了嘛，弟子下次肯定不会了。哟，楚大爷可别喊我师尊了，我可教不出你这种弟子。师尊原来都考虑好了，道侣的话也不是不行，就是突然了点。但既然师尊都这么说了，考虑你娘个蛋！再胡说八道就滚蛋！你不是要去坑他们资源吗？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滚！不急，陈玄天他们刚走，我这就去太明显了。等陈玄天派人来对接，岂不是更好？现在还是先帮师尊恢复修为要紧。如今本座不急，弟子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倒是可以。这逆徒天玄还看着呢，手还不撒开。怎么着，楚大爷，今天这是打算以此为借口把本座办了？天还没黑呢，就这么按耐不住了？说不想，是看不起师尊的魅力。说想，师尊肯定觉得我趁人之危。哎呦，听听，说着都像人话了啊！你还不趁人之危？早上钻我被窝的时候怎么不说？至少在恢复修为这件事上，弟子可没趁人之危过吧？哼，德行！以后出门在外，指定被人戳脊梁骨。哎，罢了罢了，从今以后，出门在外有外人在，你不许喊我师尊。那我喊你婉清。那喊您娘。错了，苏姐姐，好姐姐，以后喊你姐姐行吧？这还差不多。不和苏姐姐开玩笑了，还是办正事吧。你昨夜才消耗巨大，今天又来，不差这一天半天的，着什么急？有能力自然要尽快帮师尊恢复修为了。弟子如今最惦记的就是这个。既如此，天玄，你先出去看着，别让人打扰。师尊娘、姐姐双修办事，你们的关系也太乱了吧？你们到底在做什么？今天说不明白，我可就弑主了，把你俩都杀了。剑主，您是不是被楚宁迫害了？要是被威胁了，您就眨眨眼睛，我二话不说，一定把这孽徒宰了。这还是得解释一下，不然今天这修为是恢复不了了。自家剑灵，没什么好瞒的。我如今的心境，又岂会在意世俗名分？为师来说，剑主肯定是被楚宁这个黑心肝的逆徒趁人之危了。我要解救剑主。当年本座即将突破圣人之境，却因道心不稳，在雷劫之下险些身死，修为尽失。剑主修为尽失之后，为何不来铸剑峰寻我？有我在，他们怎敢如此待你？那时的我经脉尽毁，活不过半年，找你也只是给你添麻烦，耽误你另寻明主罢了。不过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如今修为不是又能恢复了吗？可剑主你也不能用自己的清白来换取修为恢复啊！被这楚宁如此轻薄，啥玩意儿？我俩是合法的。宁儿确是我弟子，但我也早应允与楚宁一生相伴，不存在什么轻薄一说。师尊当着外人面承认了。可师徒之间一生相伴，这有些背逆人伦。我既有此选择，又岂会在意他人目光？可您分明对楚宁不喜，总是骂楚宁。苏婉晴那是害羞，所以不是强迫，是师徒恋。所以说剑主是自愿被楚宁轻薄的是吧？都说了不是轻薄，你这剑灵怎么听不进话？反正剑主是自愿的对吧？既然知道了，就出门守着，别让人进来。师尊答应帮你找剑身，我也会一起帮忙的，放心。呸！师徒还这样，真乱。话都说出去了，这逆徒怕是日后要更加放肆了。师尊，方才说的话可都是真的？假的，糊弄天玄的。怎么，你还当真了？师尊说的话，弟子肯定当真。随你。逆徒，天玄一走你就不老实。弟子只是想真心实意的抱抱师尊。刚才在天玄面前，师尊没有否定我们的关系，弟子很高兴。可你口口声声喊着为师师尊，做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心里当真没有半点负罪感吗？弟子只觉得幸运。那现在又是逆徒了。对了，师尊，以后这种事不必操劳，交给弟子即可。什么叫不必操劳交给楚宁？楚宁就是单纯想脱我衣服罢了，被弟子扒衣服，我怕是普天之下第一荒唐之人。唉，越来越荒唐。师徒怎么可以那样呢？就算是解释了，还是觉得好奇怪。似乎有什么声音。果然他们在双修，难怪要让我出来看门。剑主被人玷污了，可是剑主又是自愿的，可恶！我只是一个剑灵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师尊，动静小点儿，不然弟子没办法专心了。这种事
怎么控制得住吗？这，师尊，咱们聊天的画风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还不是因为你这逆徒。完了，师尊段位太高，斗起人来我根本接不了招。一意起，天地荣生，春生万物；一念落，天地枯朽，春灭万华。生死两端，皆由心起。这是会意通神，长春不灭绝第5层，生死一念。在修复过程中，弟子竟然突破了功法境界。成了。检测到宿主为妻子，恢复修为进度达100%，累计奖励贡献值100万，贡献值剩余72万6800。师尊，您感觉如今修为怎样？师尊，不会吧？系统不是说恢复了吗？这系统不能坑我吧？师尊，莫非是修为还没恢复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看你吓的，恢复了。宁儿，为师已经能运转灵气了。那就好，恢复了就好。是想趁机确定关系吗？可这是否太快？但罢了，我本就已……傻小子，你从来不该是被依靠的那个，应该是你来依靠为师才对啊。从今天起，换我来守护你。此子命数诡异，恐引大乱，尽快斩了，免留后患。既与你有缘，便称我一声师尊吧。睡在为师洞府可以，但不能上床。罢了，给你做个小床，男女有别，我们不能睡在一起。小孩子对母性有天然追求吧？应该是吧。原来从始至终都是师尊给了我新生，我心目中的他从来不该那般绝望。如今他终于回来了。哟，醒啦！剑主交代了，他要修行，让你最好别去找他双修。这傻贱，还真认定我俩双修了。你家剑主修行几天了？今天才开始。你以为你睡了几天啊？剑主可给你吃了不少丹药呢，都晕过去了。剑主也太能药了，恐怖。楚宁，你不要告诉我，当年剑主身后那个跟屁虫小孩就是你。童养夫，怎么没见过？童养夫，那好像还挺合理的。那你还喊他师尊干嘛？我俩乐意这么喊，情趣，懂吗？你们可真会玩。剑主让你休息，而且他还在修行，我不允许你再去跟他双修。我有点正事要办，你要愿意就跟着，反正明面上我算是你剑主。干啥去啊？坑人去。下册和之前那卷相同，你还没得到全部传承。这老头怎么这么直白，搞得我装高深都装不下去了。其他的当然也有，那为何不拿出来？小子，是嫌资源不够？这里面有30万灵石，各种丹药无数，足够一个修士修到6境了。既然师伯觉得不够换，那便算了。弟子为宗门做贡献，也想多得些资源傍身，有错吗？我得到的命令是一手交资源，一手交功法。既然宗门不愿意多给，那我便不给了。毕竟小竹峰被断绝资源已有前车之鉴，弟子总得为自己多考虑考虑。蠢货，蠢货！你觉得楚宁会直接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吗？仙剑都给他了，还差这点资源？要是让他起了戒心怎么办？宗主，楚宁来我丹峰了，张口就要100枚6品太玄丹，他要这么多丹药做什么？罢了，他怕我们故技重施，想多囤点资源，
给他，但必须换到功法。宗主，我用100枚太玄丹、300瓶凝海散换来了这2卷功法。不过，宗主，这楚宁此举给老夫一种他要卷款跑路的感觉。跑路？我宗门大阵全面开启，他一个4境，除非是圣人，否则插翅难飞。哈哈哈！我用5把灵品飞剑和一堆破烂换来了一部功法，这次谁敢说老子没用？蠢猪！你才换1卷，老夫换了2卷，他这是要跑路了！妈的，居然区别对待！我找他算账去。他拿资源时还说了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他说打算明日来找宗主，要重新振兴小竹峰。振兴小竹峰，招收弟子，所以他要兵器和丹药，是为了发展小竹峰。卷了这么多资源，真是为了振兴小竹峰，还是要跑路？宗主，这功法没问题，是真的，就是感觉还差了点什么。功法是真的，看来这楚宁是真的想振兴小竹峰，此子倒是可以拉拢。宗主，楚宁在山外求见，说是来请罪的。坑了人家那么多资源，现在还要去找宗主继续坑，太好玩了。楚宁，这小丫头笑什么？去，回小竹峰待着去。宗主是你一想见就能见的。剑主，我也想看戏，让我去呗，我保证不暴露。宗主，弟子楚宁特来请罪。请罪？还拿出了功法？这难道是最后一篇？小楚，有话慢慢说。弟子无能，未能得到师尊全部传承。昨日弟子才知，这功法还有最后一道心法，师尊一直防着弟子。没错，我们修行时就感觉差了最后一口气。功法之事不急，本宗听说你打算重振小竹峰，所以才用功法换取资源。可有此事？弟子不想让小竹峰就此没落，但又怕宗主不肯调拨资源，只能出此下策。看来真是自己想多了。你有这份心是好的，但完全可以与本宗商议嘛。弟子也是想多囤些资源，还望宗主见谅。小楚，你是不是早就拆分了功法，以此为筹码换取资源，最后再用这最后的心法来逼本宗支持你复兴小竹峰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哄骗本宗！宗主，此人好深的心机。宗主，弟子知错。弟子从小在小竹峰长大，实在不愿看他没落至此。弟子承认欺瞒了宗门，甘愿领死，只求宗主能振兴小竹峰。宗主，快下令诛杀此僚！小楚，本宗恕你无罪。你为小竹峰做到如此地步，乃是重情重义之人。本宗答应你，恢复小竹峰一切供奉增加1倍，并昭告天下，重开山门，招书弟子。宗主，此话当真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晚些时候，本宗派人带你去宗门藏宝阁，领取资源。谢宗主，弟子没齿难忘。宗主，为何如此轻易放过他？他明明欺骗了我们，狗东西，果然在演戏。那您刚才，你们这群蠢货，他既然敢承认，就说明他算准了我们为了最后的心法不敢动他。若不摆出支持的架势，他会乖乖交出功法吗？本宗早就看穿了，他们师徒在演戏，为了振兴小竹峰蒙骗我们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等功法到手，他们的一切都将为我太玄宗铺路。那万一他真有办法跑路怎么办？一个4境修士，一个废人，能跑到哪儿去？小畜生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才是最睿智的那个。不过话说回来，
那阴阳玄龙丹的效果怎么还没发作？真是奇怪。那个宗主太聪明了，他居然看穿了你要珍惜小竹峰，他肯定想不到你连小竹峰都不要了，就等着嗑完藏宝阁跑路。我师尊那么高冷的人，怎么配件跟个二？是的，行了，别笑了，就差最后一步了。啥？宗门宝库，师尊说了，宗主的小金库都在里面，跑路不得带点家产？你做得很好，本座很欣赏你。以后你要用剑，本座允许你动用。行了，你待会儿看看师尊出关没有，我们要准备跑路了。是。阴阳玄龙丹的药力还在，正好用来冲击四境登楼。宗门宝库近在眼前，必须尽快提升实力。我为何如此急切的想见他？修为恢复，他肯定会趁机做点什么，牵手拥抱，甚至更过分的。可我为何好像还有点期待？这不就是上赶着去送吗？罢了，天玄，你说吧，这次我肯定听着。您找您家宁儿说去吧，不理剑主了。唉，我好像也有点乱了。宁儿，什么时候才修行完呢？阴阳玄龙丹的药力果然霸道，四境登楼，铸就长生楼，每上一层都痛苦万分，但带来的力量感也是无与伦比的，一口气冲到了5层。师尊说过，非9层长生楼不可入天象境，世间天骄无数，也只有天玄宗那位老祖达到。既然开了挂，怎么也得冲一冲那传说中的9楼通天。不过现在还只是个平平无奇的3境修士，哼！要是让陈训天知道我半天就到了他几十年都修不来的境界，不知道会不会后悔死。
境界了，能不能告诉我？你答应不告诉宁儿，本座就告诉你。为什么呀？这是好事儿，他肯定想知道。不过，好吧，我答应了。剑主是想亲自给他个惊喜，对吧？你们人类的心思真多。灵气亲和，一境灵动，不对，灵气调动，二境入微。天哪，昨天才恢复，今天就二境了。飘渺剑意，三境，致命。剑主你怎么能这么快？再感受。苏婉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奉宗主之命来带楚宁去领取小竹峰的资源，喊他出来吧。楚宁在修行，本座去就是了。反正是一丘之貉，谁去不行？天玄化剑。是。苏婉清，你修为不是没了吗？怎么还能御剑？对啊，修为没了怎么能御剑呢？苏长老，瞎了你的狗眼！因为本座是仙剑，你个没长眼的老东西，难道当本座自己不会飞吗？小人只是来带苏长老领取资源。苏长老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仙剑就是仙剑，就算是废人，有仙剑护身，我也动不了他分毫。那是苏婉清，她怎么能御剑？估计是那把仙剑吧。宗主今天特批了双倍资源给他，咱们别拦了。不，宗主只说让他领，可没说怎么领。当年他对我爱答不理，今天，哼！何人擅闯宗门禁地？速速退去，否则格杀勿论！长老，苏婉清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在宗门禁地对我动手！哦，这不是认得本座吗？本座奉宗主之命来领资源，你别说你不知道。怎么，六境修士眼神不好使，想开个阵法恶心本座，让本座求你？好，你苏婉清如今真是胆大包天，这里是宗主的地盘，来人，拿下他！愣着干什么？都不想待了是吗？拿下本座！仙剑，怎么可能凝聚剑阵？苏长老，住手！这里是宗主的地盘，不得放肆啊！放你娘的屁！老夫按规矩问话，他二话不说就动手。本座之名，太玄宗谁人不知？就算认出来，按规矩盘问又有何错？但本座不想认你这规矩。我苏婉清在哪儿，都得被人仰望，轮得到你这条看门狗来为难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苏婉清，本宗是答应给你资源，可你也太放肆了。本座乃小竹峰峰主，他一个看门的狗，有什么资格在本座面前一狂吠？况且你陈玄天能有今天，不也是跪下来求本座帮你斩了大道之敌才换来的？现在入圣了，就翻脸不认人了？什么？宗主跪求过苏婉清？真的假的？贱人，竟敢当众揭我老底！这功法就差一点，就差最后一点了。忍，我再忍忍。当年之情，本座记得，但你修为尽失，本座也未曾赶尽杀绝。如今还答应振兴你小竹峰，所以本座这不是来拿资源了吗？有问题？好，开门，让他拿。宗主，您闭嘴！废物，一个废人都解决不了，听不懂本宗的话吗？开门！下辈子注意点。我的修为，我的灵气，宗主为我报仇。长老死了，被苏婉清当着宗主的面杀了，他疯了。苏婉清，当着本宗的面杀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杀一个长老算什么？道心不宁，不多杀几个怎么行？你找死！本宗已经容忍你，你竟敢当场斩杀！功法不全，原来如此。楚宁给我的功法是假的，
缺了最重要的一环。动用的力量越强，灵气消耗就越快。这两个家伙一直在演戏。本座的传承，你也想用来杀本座？陈玄天，你真以为本座是傻子？反正我没几天活头了，今日就疯一把。想修行完整的功法，再跪下来求我呀！就算不用此法，本座用太玄秘法，一样能斩你。这都是你太玄宗欠本座的。昔日我扶持你入圣，为宗门培养多少弟子，连我的剑道传承都拿了出来。可你们的是怎么对我的？长老哄骗我弟子，我亲手培养30年的江清月骂我是贱人。不能让他把这些事都捅出去。苏婉清可以死，但不能是被我逼死，否则宗门名声尽毁，天地人三宗那边也无法交代。反正我也要死了，大不了同归于尽啊！苏婉清，本宗知晓这些，但今日若不是你妄自出手，岂会如此？我拿一份该有的资源却被人刁难，我杀了他难道不应该吗？但也触犯了宗门规矩。我都要死了，我不在乎什么规矩。疯子，这个疯婆子，拿了资源就滚！本座不想再看到你。但本座警告你，3日之内我看不到功法最后一卷，你小竹峰必灭无疑，一个不留。苏长老原来遭遇了这么多不公，那个执事长老真是该死啊！苏长老，取资源吧。本座没有几天活头了，只想把小竹峰交给弟子。谁在笑？忘了封印制剑灵了，幸亏陈玄天跑了。天玄，回去再收拾你。苍天误我，待我苏婉清如此不公啊！陈玄天，你这些宝贝，明天就一块灵石都看不到了。谁招惹我，我就杀谁！你们都该死！苏婉清，你这个畜生混账！本宗说的，你必死无疑。各峰长老，速来！老师，为何如此？老师，为何？你苏婉清在本宗面前就是蝼蚁，为何本宗不斩你？是因为你还有用。贱种东西，你迟早要死！宗主，不可！清月犯了什么错，要下此杀手？他可是神品灵根呐！你救活他！如果江清月死了，你也得死！弟子有何错，还望老师指出。滚去修行！老师，本宗让你滚！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苏婉清，她到底做了什么，让我遭此无妄之灾？王胜，属下在。从今日起，你和其他峰主给本宗盯死小竹峰，任何风吹草动都要立刻汇报。属下遵命。徐虎，你个蠢货！请宗主吩咐，把你的家底全拿出来，在小珠峰周围秘密布置太玄剑阵。若是让他们跑了，你罪不容诛。属下明白。其他人该派人的派人，该布置的布置。3天之内，他们若不交出传承，全部诛杀，不留情面。是。闭嘴！刚才就差点露馅了，再敢乱笑就滚蛋，以后不要你了。别嘛，剑主，天玄知错了。那现在可以笑了不？笑吧笑吧，有什么可乐的？剑主，你到底是怎么哭出来的？把那陈玄天唬得一愣一愣的，比楚宁演的还好。哎呀，太好笑了！我可没怎么演，大部分都是真情流露，只不过把快死了这点夸张了一下。这些资源加上藏经阁里的，足够我和宁儿修到圣人境了。前提是我们能活到那时候。天玄，昨夜宁儿回来之后，可是笑过了？没有，他跟剑主一样，好像都不在意。他还嘲笑天玄跟个二货似的。不过他是为剑主考虑，我就没跟他计较。反应和我差不多，不愧是我教出来的弟子。唉，他怎么还不来？拖得越久，我越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。对了，剑主，你还没说你现在到底是什么修为呢？我如今的修为其实不是3境，快得连我自己都意外。等等，剑主，洞府外有人盯着，已经盯了好一会儿了。敢
敢趴建筑的门，找死！什么混账东西敢趴门？姑奶奶今天非得……哎，建筑，您家童养夫来了，我不打扰，我走了。童养夫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嘿嘿，师尊，小丫头不懂事儿，您别在意。这气氛不对啊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要不说几句骚话？不行不行，万一挨揍，师尊现在恢复了，揍人肯定疼。师尊，弟子如今修为……童养夫怎么回事？都怪那个破梦。莫要跟为师说，天玄是自己知道这个称呼的，没外人讲，他可不会知道。那个是弟子说的。为何这么说？天玄觉得弟子和师尊在双修，不好解释。他还认出弟子是10年前那个小孩，弟子只能这么说。荒唐！他小时候还住我洞府，床都挨着，虽然没同床。你这不是让天玄误会？他从见到咱们那天就一直误会了，毕竟弟子和师尊的关系。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师尊脸怎么这么红？师尊觉得弟子和师尊是什么关系？为师在问你，弟子觉得是什么关系，和师尊就会是什么关系吗？他倒是替我考虑。那你觉得为师和你会是什么关系？又问我，我记得师尊说，以后当着外人不能喊您师尊的，让我喊您姐姐。哦，那便是姐弟喽，倒也不错。那我还说喊您娘呢，那不就成母子了？这对吗？弟子如今乃是4境登楼5层，怎么着，苏婉晴，打算练练？你再说一遍。重修1日，4境登楼1层，体修3境柳金圆满。不是吧？你也开挂？嘿呦喂，听说某人要和为师练练呢，怎么着？那就练练。那就练练。根基恢复了，不过修为倒是不稳，恐怕得缓上一段时间再修行。就是今日感觉腰酸背痛，这意思很明显吗？哦，那看来师尊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，都已经上床了，弟子就不打扰了。不是，他真走。楚宁，师尊还有事？外面如今挺危险的，今日为师去砍了那陈玄天几剑，他必然派人盯着。你出去，万一被盯上了呢？可我大白天的出现在师尊洞府里，不会被盯着的人误会啊。那他们晚上见你来这里都没误会什么，如今怎么倒是怕了？也是啊，但弟子总觉得师尊好像要揍我，感觉师尊更危险呢。你若是问心无愧，为师怎么会对你动手呢？哦，问心无愧就不会动手了是吧？问心无愧，清清白白。师尊说的真有道理，弟子懂了。师尊那脸红的样子，嘿嘿，晚上再去探讨探讨。别人怕指责，我可不怕。问心无愧就好，不跟师尊在一起，才叫问心有愧。还是先练剑，剑意领悟差太远了。太玄宗苏婉清修为尽失，竟能硬扛陈玄天出手。回道子，苏婉清手持仙剑天玄，且陈玄天并未全力，才有了此结果。老师说过，苏婉清修为尽失，仙剑不该为他所用。他如何抗住反噬？此事不明，或许是仙剑护主。道子，乾隆榜榜首是否要将苏婉清除名？今年榜单本就要更新，乾隆榜最难定。苏婉清斩圣战绩无人质疑，本该入人榜，给天骄让位。可他修为尽失，但他又能抗圣人。不管如何，这3年乾隆第一还是他。可道子，他数月内必死，届时顺位递进，天下天骄恐不服。不服让他们来找我，或者去找苏婉清单挑，打过仙剑再说。加上一句，苏婉清持仙剑力战圣人而不败，他时日无多，免得有人去打扰。太玄宗苏婉清弟子楚宁，能送来这里的都是天骄，18岁
三境之命，跨境胜丹峰少主，临阵破境胜江清月，同境无敌。什么？先见天玄认主，拜为剑主。天玄又认主了，难怪苏婉清能用，原来是有主了。本该等他死了我，不该听老师的。哼，罢了，三境修士不止我动手，但这战绩，天玄认主是吧？好，来人！继太玄宗弟子楚宁当龄18，三境之命境，即巅峰。道子，信息是初期，天才嘛，提升快，没准现在就巅峰了。得先见天玄认主，不输其师苏婉清。先人神允，后浪继之。我辈英豪，当宁不让。乾隆99。道子，乾隆榜最低5境，3境入前100，还是6境天骄林立的前100。当年苏婉清3境入榜，他弟子为何不行？后浪推前浪，先见自当6境，剑主入榜有问题吗？写。有人盯着，还有剑阵。知道了，还是打磨根基要紧。神尊，这是啥玩意儿？动静这么大？这是天玄宗定的榜单，天地人乾隆4榜，3年一例。天榜天象，地榜无极，人榜破虚。那乾隆就是6境之下？差不多，多是5、6境，除非格外拔尖，像为师当年3境入榜。老实点儿。是。那这榜单有啥用？没什么用，上榜了反而招人忌惮，会有人不服来挑事。当年为师3境入榜，就被个6境盯上，说等我6境再打。然后呢？后来为师成了乾隆第1，他没敢来。6境斩圣人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油嘴滑舌，不过看看天下英小也好。马上准备离开太玄宗，所有布置照旧，天学殿后掩护。我们再不离开，就走不了了。前辈，各位道友，这里就是小竹峰，苏婉清和楚宁的住处。来得这么快，功法还没到手呢。你们是来干嘛的呀？先见天玄，听闻你最近认主楚宁，我们想见见你的剑主。一个3境修士，竟敢让我们等？哦，可我家剑主在闭关突破4境呢，你们就算要单挑，是不是也得等他出关之后呀？突破4境，情报不是说楚宁才3境初期吗？这速度比当年的风鸣刀子还快。随口一说，还真让他到3境巅峰了。有本事楚宁真突破个4剑试试。呸，不多嘴了，万一又说准了。天玄，你所言非虚。我骗你们干什么呀？我家剑主修行可快了，你们要不要等2天嘞？18岁3境巅峰要破4境，还手持仙剑。爹爹，我更感兴趣了，咱们等2天呗。有趣的小辈，天玄宗竟容不下此等人才。可楚宁出关之前不许搅扰。天玄，你家剑主闭关之前可留给了你什么？什么呀，宗主？天玄不知道啊。就是功法，你再想想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宗主给你，这是我家剑主让我转交的，就是您爱看的小人书。终于到手了，哈哈，我的机缘到了。诸位，在下还有些宗门事务，先行一步。唧唧歪歪，要滚赶紧滚，算个什么东西？这就是苏婉清的绝世传承龙象镇狱劲，你们立刻开始修炼。宗主，那楚宁小子阴险狡诈，万一这功法有问题，不如您先……让你们修炼就修炼，再敢多说一句，死！我不当牛马了，我也要成为那诸佛龙象，让所有瞧不起我的人都仰望我。你感觉如何？宗主，功法是真的，已经将心法补充完整了，这是好东西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我陈玄天的机缘，我的机缘到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到手了，到手了！孟道友，在下有意切磋一番，不知可行？打架这种事，我爹爹很希望我来的。天玄，为何苏婉清和你家剑主在一个洞府闭关？因为老剑主要指点新剑主啊，我家老剑主多强，你们不知道呀？苏婉清修为已失，算得了什么？
等打完了楚宁，我们再跟苏婉清较量较量。对一个将死之人动手，不怕遭人耻笑吗？哎，怎么热热的？别修炼了，功法有问题。放屁！老子马上就修成第1层了！啊，不对，不对，快救老夫！老夫经脉断了一半了，快喊宗主！怎么回事？其他长老都没问题，为何我？或许是这龙象之气太过刚猛。不对劲，楚宁那小子还在小珠峰，他不敢给假功法，除非他不要命了。继续。不对，有问题，这功法是假的，我被坑了。要死了，必须自救！啊！我的修为竟然跌落至6境中期，这功法不是说没问题吗？宗主，我们来喊您，可您根本不理会啊！这功法先给甜头，修炼到最后必然走火入魔。楚宁拿出有问题的功法，他就不怕报复吗？除非……快去小珠峰，他们可能跑了。依然姐姐好厉害，不愧是乾隆第2，就是比我家老建主差了点儿。她现在修为都废了，说那个有什么用？依然姐姐，天玄有点事儿出去一趟，麻烦帮我守着我家建主呗。去吧，我爹看着呢，谁也进不去。楚宁跑了，他根本没在闭关。老夫一直在此盯着，无人可以离开。况且，你不是亲口说他们绝对在里面？刚才剑灵还在呢，他总不可能不跑吧？各位前辈，那2个处处心机太深，他们拿了有问题的传承功法报复我们，定是早就计划好逃跑了。真跑了，入了乾隆榜，天下皆知，想跑倒也正常。敬宗主陈玄天，弟子楚宁误入乾隆，不知缘由。宗主亲口对弟子说，一入乾隆遭人妒，劝弟子速速离开。幸得宗主深明大义，愿帮弟子拖住诸位前辈。弟子无以言表，滴水之恩，来日必将涌泉相报。小辈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好啊！老夫看你是人欲七宗宗主，信了你的话，在此枯坐一日，你竟敢蒙骗老夫，给他们争取时间逃离！天下人还没人敢这般戏耍老夫！不，前辈，误会。宗主藏宝阁被盗，一颗灵石都没留下，只发现一封信，说是您取走了资源。宗主深明大义，弟子莫不感激。竟知弟子出门在外需要资源，将太玄宗资源全部送与弟子。待到日后乾隆出渊，弟子定当涌泉相报。好一个太玄宗宗主，好大的威风，把我们当猴耍，气死老子了！弄死他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圣人修为没了，藏宝阁也没了，天要亡我！陈玄天，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？是，苏姐姐，天玄还没来，不会出事吧？我们都离开第2天晚上了，怕什么？天玄手上有你的传送符箓，能感知到气息找过来。倒是你，让你改称呼，怎么又喊错了？我这还不错了，反倒是师尊您，总是改不了口。这么多年了，哪有说变就变的？起开！没看到为师在忙吗？再动手动脚，这衣服你就别穿了。师尊答应了之后，怎么连手都不给牵了？但师尊脸红的样子，肯定不是后悔了。一定是身份还没放下来。师尊，手指戳破，可得这样？你当为师手指为什么会破？还不是被你一直盯着，害我分心，恶不恶心？你什么心思？用得着为师戳穿？闲得慌就去外面练剑。白天都练了3000遍了，晚上想陪陪师尊，你还赶我走？谁赶你了？楚宁，你抱为师做什么？想陪陪师尊，弟子听您的话，修为、功法、剑道都在好好学习，怎么还是逆徒了？那你告诉为师，这算什么？弟子只是抱一下胳膊，自觉问心无愧，旁人看了也会觉得清清白白。想吃些东西吗？吃不吃这个大补？不吃，太骚了，补了也用不着。好吃，师尊做的就是好吃。是你不会烤，还望师尊教诲。吃你的吧，吃完滚出去练剑。明天再练不行吗？行。
你今日练了7、8个时辰，已经足够了。真以为为师会让你从早练到尾？我记得当年师尊让江清月他们就是这么练的。因为江清月他们太蠢了，资质不错，心性却差，不敲打怎么办？我若不逼得紧，他们修为就落下了。可他们觉得我没资格。宁儿，为师以前受的挫折还是太少，险些生死道消。很多东西为师会教你，但更多的需要你自己去悟。可师尊也是乾隆啊。是啊，所以为师会和你一起走的。我们说好了，今晚别练了，觉得冷就过来靠着。我出去透透气，回头再报。我说的是靠。算了，爱怎么教怎么教吧。师尊说我太借助外物，要走出自己的道。可这长春不灭功属于河洞里，还是得依靠一下。这剑艺我也练了好些年，不说，说了怕楚宁骄傲。郎君是剑仙吗？奴家还是第一次见到小剑仙呢，不如来奴家家中一坐。还以为是师尊，原来是只山野鬼修。干啥？想吸我阳气？我现在心情好，懒得跟你计较，赶紧滚！郎君说什么呢？奴家这是……再逼逼赖赖就一剑戳死你！那庙里的女子是你什么人？我能去勾引不？你们做狐狸精的业绩都这么紧的吗？女人也勾引？师尊，师尊，我见到女鬼了。山野精怪罢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拿着试试，不合适再改。师尊，别趁机占便宜，让你试试合不合适。我这是情不自禁。你表达感动的方式就是抱上来。如果是其他关系，这样似乎也没太过分。你是不是？不是给狗穿了？转个身看看。不错，这才有剑修的风范。我弟子本来长得就不差，这身白衣果然很搭。师尊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为师亲手做的，能不好看吗？过来，站好了，别乱动。哦，原来是要给我换个发型。很好看。师尊也很好看。哦，多好看。防火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没反应，难道没听懂？师尊，那诗如何？听不懂，为师没读过书，你说的这些都听不懂。装，您屋里那么多书，接着装。怎么不说了？为师听着解闷，继续说。云云众神赞，飘飘仙子舞。为师不会舞，师尊练剑便是舞。油嘴滑舌，可还有？庙中人4月，皓腕凝霜雪。北域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胡说八道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万般粉黛无颜色。风流之言，从哪里学来的？鸟那少女羞，岁月无忧愁。为师多大年纪了？什么少女？哪有什么人老珠黄，有的只有红颜夺目。千秋无菊色，月暮是佳人。师尊，这么晚了，外面不安全。我看有某人在，为师才不安全。撒手，要休息就早些休息。师尊不是说可以靠着吗？让你靠着胳膊，没让你抱着。你要是得寸进尺，为师就一脚踢你出去，找刚才那个女鬼报。算了算了，女鬼哪有师尊好看？你还说？不说了不说了，弟子靠着靠着。这逆徒写的诗句倒是不错，是从哪儿学来的？改天让他全写下来。不过不可能是他自己写的，他那文化程度。师尊冷。宗主，本宗是在做梦吗？宗主，楚宁盗走了藏宝阁，功法也是假的。如今太玄宗的资源，怕是连寻常1等宗门都不如了。派人下人谕追杀令，再请6大玄宗一同下令，告诉他们，我宗门所藏近1000万灵石，无数丹药，全在楚宁和苏婉晴身上，杀之尽可得。本宗要他们死，不管他们是不是乾隆，追！派出所有弟子给本宗追杀呀！带我去天玄宗见天玄道人。宗主，那乱天道人临走时要走了苏婉清那份假的传承，谁爱要谁要。若非因为这传承，本宗何至于此？去天玄宗。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传送符箓也太随机了吧！俺家店主来。大叔，请问这里是哪儿呀？此乃我清玄宗禁地，你一个小丫头是怎么进来的？清玄宗走反了！什么玩意儿，竟能让本座都抓不住！宗主，太玄宗出事，他们来报，请我们派人追杀楚宁和苏婉清。怎么回事？咎由自取。
太玄宗还说了什么？他们说楚宁二人带走了太玄宗所有资源，谁能斩杀，资源尽归其手。所有资源。师尊，太玄宗之事逆天而为，乱中有序，可圈可点。师尊的意思是，太玄宗必须有圣人坐镇，派人送些丹药过去。至于追杀的请求，一概不理。可如今那二人卷走宗门资源，陈玄天更是悬赏，1000年才出一个圣人的门宗，那些资源算得了什么？我天玄宗不必参与。属下明白。等等，奉老夫之命，杖责风鸣500，罚他去天雷峰受雷3000，毙半年。是因为乾隆榜之事。天玄宗做事务求公允，榜单已定，不好更改，但要让天下人知晓他此举不当，那楚宁尚不配乾隆之名。属下遵命，这就去昭告天下。别凑那么近，你都多大了？师尊，真冷。胡说，你都什么境界了？寒暑不侵，哪里会冷？我流口水了，千万别被发现，太丢人了，赶紧弄干，不然下次别说爆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昨夜你死皮赖脸的抱着为师都没说什么，现在竟敢得寸进尺，一大早就要伸手。师尊，我说这是个误会，您信吗？你说呢？为什么？我都是4进5楼了，师尊不过4进1、2层，怎么感觉还是能被他暴打？为师又没下重手，躺那儿装死。过来吃东西，吃完陪你练剑。师尊，您能别这么暴躁吗？脾气太暴躁的女人没人爱。当然了，弟子肯定爱。需要你爱，你能尊师。下次这种事情直说就是。你不问，谁知道我要干嘛？宁儿，我们如今身处中天东域，大周王朝之地，等天玄到了，就直接赶往南域，尽头便是4级界点。陈玄天必然会发布追杀令，以我们身上的资源和仙剑为悬赏，所以我们必须迷惑追杀之人。师尊的意思是，待会儿为师带你去一趟附近的皇城，散布我们可能出现的消息，再买通一些人，将假消息传往各处。今天为师教你，下次你亲自来。弟子明白。你的龙象镇域经很强，但意境尚有欠缺。是。先练剑意，技一通龙气，方能万法相通。这意境分明是缥缈之意，为何感觉更高一层？这手段近乎虚幻，弟子是如何领悟到这一层的？不是吧，我开挂才领悟到第4层，您就看我练了一会儿，直接就做到了，这就是先天剑道圣体吗？弟子对师尊的敬佩俨然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油嘴滑舌。走，去一趟此地京城。做什么？不是御剑去吗？你自己不会御剑？我们这关系还用得着弟子自己御剑吗？天玄，人呢？哈哈，跟不上为师就留在这儿吧，为师办完事儿再来寻你。不是，师徒之间何至于此啊？还带坑蒙拐骗的？哎，弟子换个面具都行，坚决不用这个。我可没有男扮女装的爱好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哎，还挺好看。师尊，这法宝不简单啊！戴上就更像了。凭的不行啊！真以为天底下女子都和师尊一样啊？走了，带你见见世面。师尊，有问题。男人可没这个。等等，为师。哎，心疼师尊，一定很难受吧？楚宁，今天为师心情不错，别逼我在这抽你。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？那男子是师傅吧？怎么牵着女徒弟的手？为师不尊啊！顺口了，顺口了，忘了你现在是男人。那现在喊我什么？喊我兄长吧。兄妹牵手也挺怪的。夫君，不许这么喊！世风日下，你一女子，大庭广众与男子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我家夫君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辱没门风，我这就去报官。老子的女人干你何事？不想死就滚！对，再敢多说一句，就让我夫君砍了你！撒开，净惹麻烦。没想到大庭广众牵个手都能被人喷，所以以后的麻烦会更大。之前还不能深刻理解师尊说的师徒之别，人人得而诛之的含义，现在我懂了。
不过，待我天相，自有大儒为我辩经。此人相貌甚伟，一看就是不俗。那女子这真是捡着便宜了。我家夫君若有此人一半便好了。怎么着？我变男的配不上，变女的还配不上，合着我就捡便宜呗？有种仙子骑猪的感觉。师尊别笑了，有那么好笑吗？不过你和猪有点差别，猪不会练剑，但猪会拱白菜。师尊，就是这里，您是如何判断的？寻常酒楼不会以修士作为护卫，来往之人衣着普通，但气坏富贵，皆是王侯鹰犬。小店只供酒菜，不知二位贵客想吃点什么？见你们东家，贵客这边请。这种地方给的少了，他们不会带你去见人。待会儿你自己去别家试试。贵客到访，不知有何所求？此地可调动的修士有多少？看阁下的价码能开多少？1000人可能凑到。明日起，让1000对男女结伴，接待易容面具、持剑，以此地为中心向各处游走3日。如此倒是不难。剩下的，把事情做好。上玄宗的人嘛。师尊，玉佩何意？混淆耳痛。上玄宗去年有一对道侣偷学功法逃窜，至今未被抓到。可我们做的越多，他们调查的越细，岂不是更容易暴露？对，所以我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让这楼主把我们卖了。他明天才会把消息散播出去，我们就空出了1天，加上我们太玄宗赶来此地的1天半，总共能争取2天半的时间，最大程度拖住追杀。2天半，他们会在30万里外设包围圈，但届时我们已经跑出50、60万里了。师尊，你上辈子是狐狸精吧？弟子是说您太能算计了，没别的意思。你最好是。不过天玄怎么还不来？按推算，最多1、2个时辰就到了。走，我们再逛3、4家，就当磨砺你了。姑娘要杀谁？北镇抚司小秦官靳一川。大周王朝没有北镇抚司，在下倒是认识个叫靳一川的。说的都是什么玩意儿？从哪儿学来的？就这最多1个时辰，有什么可逛的？师尊，如今怕是难得仙侠了，下次能有空，谁知道是什么时候，带弟子见见世面，介绍介绍呗。仙人王朝大多有龙气坐镇，你看那春楼，女子的价值不该体现在身躯之上，男人嘛，总喜欢那种高不可攀的东西。师尊这话说的，好像在暗示我什么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当然，你也不算什么好东西，欺师灭祖之辈。他是不是从小就喜欢牵我的手？莫非他小时候就对我？夫君，买个葫芦嘛，剑仙不都得有酒葫芦吗？腰间别个酒葫芦，跟个21似的。罢了，果然年纪不大。哎呦，小娘子啊，来看看我们这儿的酒葫芦，都是上品，还没开口呢，俺给小娘子开个口都没问题啊。一枚神奇的葫芦，尚未开光，可寄存飞剑，用以养剑，可使用10000贡献值开光。一枚破葫芦没什么卵用，一枚烂葫芦被虫蛀烂了。老板，这葫芦怎么卖？见小娘子有缘，直接送你，只需要让在下摸摸小娘子的手。哎呦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让俺再摸摸屁股，这摊子都给你。谢谢老板了，那俺就不客气了。我操，这他妈是个男的！你还老子葫芦！报官！老子要报官！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有个人骗走我的葫芦了。什么人？男的女的？对，男人。那男人一开始是个女人，小人也不知如何解释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！你不喜欢穿女装，但似乎很喜欢穿女装戏弄人，咋的呀？我屁股都给他摸了，换个葫芦不亏。师尊，您可听过养剑壶？嘿嘿，哎呦，小娘子啊，来看看我们这儿的酒葫芦，都是上品，还没开口呢，俺给小娘子开个口都没问题啊。你说这葫芦是养剑壶？师尊，我就问问，也没说是吧？您就这么觉得弟子有慧眼识珠的本事？明珠本蒙尘，好马遇伯乐。以宁儿你的机缘来看，还真有可能。宁儿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提这东西。这葫芦绝对跟养剑壶有关系。师尊还是说说养剑壶。只是听闻，但不曾见过。此物对于飞剑而言，算是一种可寄身修行的洞府，如同人身修行的洞府，可宁养飞剑剑气，属先天法宝，品级不低。譬如令剑，动用养剑壶培养，甚至可破仙兵品质。但也只是听说，因为从未有人实践。倘若真的是养剑壶，那用处可就太大了，不只可以逆天玄气息，还能培养飞剑作为功法法宝。隐匿天玄气息吗？果然是宝贝，那用处可就太大了。还在意这些？师尊不是有洁癖吗？弟子当然要在意。楚宁倒是记得清楚，不过感觉楚宁更多是觉得别人握了楚宁的手，就不能再握苏婉清的手了。如今虽然看似闲暇，
但仍不安全。我必须尽快打牢根基，体法双修，不能重蹈师尊入圣失败的覆辙。建主，天玄来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认错人。你要是真是个女子就好了，就不用担心建主被楚宁轻薄了。我是女的，轻薄起来才更方便呢。咦，算了，那建主，咱们是不是要赶路了？我好像也不喜欢弟子以男子的身份看待我，还是男人更适合点儿，不然师尊真把我当女子看待咋办？上来，为师掌控天玄比你快。师尊，速速出发，人命关天。太玄之事实为笑话。苏婉清、楚宁二人携宗门资源逃遁，设计谋害宗主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帝玄宗当仁不让，为我人欲除此祸害。父亲，那楚必可杀，但苏婉仪可否带回帝玄宗？混账东西！一个废人，让你多年修为毫无寸进。为父抓到此人，要让你当着天下人的面杀了苏婉清，斩去心魔。我清楚了。苏婉清一个6境修士，竟能拿出此等功法传承，虽然被篡改过，但根基仍在。可惜推演不到他们的方位。宗主，你等秘密前往人域，伪装成魔月之人，制造出护送苏楚二人前往魔月的假象。爹，您为何要营造此等假象？直接找到他们带回来不就好了？因为老夫也找不到他们，他们要逃，无非妖域、魔域、乱天域3处。人域那些人定能推测出来，从而结局。此举可分化他们的力量，去往魔域。可万一他们真逃去魔域了呢？苏婉清心性不俗，那楚宁也不会蠢。聪明人做事总会比别人多想一层。依然，你且去人域与乱天域的边界等候，若寻到，只管带来。爹爹是为了那传承。楼主，今日那对男女，万一就是追杀榜上的人，我们要不要去告密？糊涂！我辈做事讲究一个信用，他们让我们明天去做，我们就明天去做。可是等明天眼线散布出去，大宗必然会派人来查，届时我们既保留了信誉，又能得到一部分赏赐，何乐而不为？那二人给了我们余地，便是料到了我们会出卖他们，这人情我卖了，目光总要放长远些。此为天玄宗脚下中天中域一带，明日拂晓便可到中天南域。天玄宗不会出手吗？上面的人不屑出手，明日大周王朝之事暴露，追兵就会被引向内部。师尊，不如交给我来吧。为师先休息会儿，切记，无极修者有种手段叫雨落人间，一旦遇雨，立刻找洞府躲避，否则雨水地落，便会被推演到位置。弟子明白，这就是师尊说的大修手段。这可比留在太玄宗刺激多了。咱们在逃命呢，有啥可刺激的？宁儿，下雨了。是，雨中有灵气。既如此，便休息，待雨停再走。宁儿，之后到了中天南域，你需再进城城，散布我等前往魔域的流言。6宗联手，帝玄宗是真要杀为师。当年他家道子求亲被拒，因此道心受损。为何师尊先前没有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太玄宗？是因为他曾将那里当成家。如今，我必须学会用这种方式思考。楚宁，外面还下雨呢，你不能当着天玄的面和建主双修。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。是，谁家弟子对自己师尊下手的？都说了是童养夫，算起来是师尊对我下的手，懂不？好像也对哦。那你起码也得等雨停。是否消耗1万固现值？开光养剑壶。是。哎，还真进去了。神奇的养剑壶，仙品可凝养飞剑数量1/10，仙品巅峰飞剑可进阶。可进阶，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苏婉晴、楚宁，你们跑不掉了，今日便了结当年恩怨。于青崖，当年拒你求婚，是因你道心不坚，如今看来果然如此。天玄出！楚宁，你不过4境，也敢放肆！不可能，你怎会如此之强？道心不同，修行之路自然天差地别。你执念于恩怨，早已落了下乘。
好一个道心不同！苏婉清、楚宁，老夫等你们许久了。楚宁，你的剑比我想象中更有趣。乱天道人，此二人盗取太玄宗资源，密墨宗主联手清除了他们，资源分你一半。老夫对凡俗资源没兴趣，倒是你们地玄宗当年暗算老夫之事，该清算了。老夫知你们并非贪财之辈，太玄宗之事不过是陈玄天咎由自取。老夫今日前来是想邀你们入乱天狱，共创一番事业。多谢前辈美意，但我二人只想远离纷争，潜心修行。况且我师尊曾是北域剑仙，总有一日要重回人域，洗刷今日之辱。好，有志气，老夫不勉强。这魔域屏障，老夫可为你们打开，助你们避开六宗追杀。但老夫有一请求，日后若成气候，须助乱天域抵御外敌。前辈仗义，晚辈记下了。这是乱天域通行令，日后想来随时可来。宁儿，此去魔域，前路未知，但有你在，为师便无所畏惧。师尊放心，弟子定会护你周全。待我们修为大成，便回人域，让天下人知晓师徒之情，一诺一天。